小妹妹，空间戒指里还有什么好吃的？一并拿出来吧。叫小姐姐。小妹妹，你几岁啊？比你大一点。你又知道我芳龄几许了？给我1年时间，1年后我娶你吧。为什么要1年？我的病想要治好，最快也需要1年。你为什么不问我得了什么病？你有办法治好自己的病是吗？有。既然能治好，我问那么多做什么？小妹妹，这个果子先给你当聘礼，你一定要等我哟。不等顾春暖接过果子，果子就被人当场震碎。却见叶景寒表情丰富多姿，有欣喜，有兴奋，有激动，有悲伤，有愤怒，有醋意，有惊讶。你是谁啊？为什么要打爆我的果子啊？你要血也不用追到这里吧？我说了，我自有办法找到他魂魄的方位。阿暖，他抱着她，像是抱着稀世珍宝，有忐忑，有害怕，有彷徨，有无措，有失而复得的喜悦。阿暖，阿暖，你是哪儿来的色狼？干嘛这么抱着我的未婚妻啊？放开，放开！我让你放开，你听到没有啊？喂，死瘸子，我最后警告你啊，马上放开我的未婚妻！死瘸子3个字出来，易云飞的身体被震了出去。叶景寒，你抽风了是不是？抱得我无法呼吸了。阿暖，暖个屁！你差点捂死我了。叶景寒，我要是死了，你别想在我身上得到一滴血，你这辈子都别想找回你的妻子。不要你的血了。他笑了，莫不是看错了吧？叶景寒也会笑，笑起来还那么迷人。还有，不要我的血了是怎么回事？你刚刚说什么？不要我的血了？不用我的血，你怎么找回你妻子呀？对不起，以后我会好好保护你的。顾初暖连连后退，赶紧扶起易云飞，火速带他们离开。小妹妹，那个死瘸子是什么人啊？他把我摔得那么疼，我得找他算账。走吧走吧，跟一个瘸子有什么好计较的？说完，顾初暖立即捂嘴。他以为叶景寒会发飙，没想到叶景寒不为所动，一点也没有刁难他们的意思，反而深情款款地看着他。顾初暖不管其他，赶紧拉着易云飞离开。主子，为什么不跟娘娘解释清楚？魂魄没有集齐，他早已把过往的一切都忘记了。现在解释，他未必会相信。待魂魄聚齐后再相认吧。主子，那现在只差1缕魂魄了，待最后1缕魂魄聚齐，娘娘就回来了。是啊，只差最后1缕魂魄了。传令下去，无论如何都要找到最后1缕魂魄，继续扩大搜寻范围，尤其是皇宫的西南方向。是。对了，木暖是阿暖的这个秘密，绝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尤其是温少仪。属下明白，属下拼死也会死守秘密的。地洞外，浩浩荡荡一大群的官兵纷纷跪了下去，高呼万岁。啊，你是宾国女帝木暖？大胆，你敢直呼陛下名讳？滚，全部退下。是。女帝的身份不好吗？还可以给你撑腰呢。女帝的身份自然是好的，只不过我才是你的凤后，陛下您最先保护的人难道不是我吗？这个男人今天吃错药了是不是？就算想用我的血也不用这么无耻吧。陛下，你有伤在身，我先带你回宫歇息吧。说着，叶景寒长臂一揽，直接抱起顾初暖，降雪心有灵犀般的推着轮椅火速离开。叶景寒，你发什么疯啊？快放我下来！陛下，你腿脚不适，我是你的凤后，伺候你是应该的。吃错药了吧你？我自己能走，放开！以前是臣氏没有照顾好你，臣氏知错。即日起，臣待会儿好好照顾陛下，绝不会让陛下孤单寂寞的。叶景寒，叫小叶叶。陛下以前不是喜欢叫我小叶叶吗？这么多人看着呢，朕可是宾国女帝，你是不是该留些面子给朕？你要的魂魄，朕今晚就努力给你找出来。陛下说的是，陛下是一国之主，是该留点面子。你初登基已经娶了一堆贵君，若是后宫再添新人，天下百姓指不定又要笑话议论您了。福光，护送一公子一起回宫。皇宫重礼，闲杂人等一律不准进入。保护好一公子，将他平安送到皇宫。福光领命，一公子，属下先护送您回宫吧。等属下将您安顿好，主子马上就会来看您了。不了，我还有朋友在等我。你告诉他，我暂时接受不了他的身份，不想与他回宫。皇宫里，怎么不吃啊？可是不合你口味，我命人再做一桌过来。都是上等食材啊，这得花多少钱啊？叶景寒，国库可没钱让你挥霍。放心，没用你的钱。这一桌下来，起码也得1000两银子吧？要不然你折现？可以。这货这么大方，就这么给我了？朕的肚子不太饿，这一大桌朕也吃不完，要不再折现？又是1000两银票放在他面前。叶景寒被附体了，还是他今天有什么好事儿，心情美丽？小爷爷，是这样的，清风降雪是你的贴身护卫，也是你在兵临大陆最亲的人了吧？
不是，阿暖才是我最亲的人。那除掉阿暖，他们两人是你最亲的人了吧？哎呀，朕费了千辛万苦才救了他俩，为了救他俩，朕的腿还给摔折了。你看这医药费、搜寻费、精神损失费，1万两够不够？朕毕竟是女帝，女帝亲自救了他们俩，怎么着劳务费也得多一些吧？10万两够不够？够，必须够，那就多谢了。现眼给朕吧。叶景寒朝着降雪使了一个眼神，降雪心不甘情不愿的拿出10万两银子给他。你是不是有事求朕？除了魂魄的事还有什么？一并说了吧。说有事，倒还真有一事。晚上留在剑阁歇息吧。姐姐，小姐姐，你终于回来了，阿莫担心死了。阿莫以后再也不离开小姐姐了，今晚阿莫陪小姐姐歇歇。莫公子，我家主子有伤在身，需要静养，请您离开剑阁吧。姐姐在哪，阿莫就在哪。姐姐，阿莫好想你啊。看到他自己的女人被别的男人抱了，叶景寒身上唰的一下冷了，只见他袖子一挥，我好疼，我的胳膊好疼啊。叶景寒，阿莫哪里得罪你了？从头到尾都得罪了，莫名其妙。今天你若是出了这个门，以后别想从我身上得到1文钱，也别想知道屠杀穆家满门的凶手。你知道凶手是谁？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是谁？你若不说，也别想利用我找到你媳妇儿的魂魄。那便不找了。不找了？我没听错吧？叶景寒居然会说不找了？就算你不帮我找，温少仪也会想办法找到阿暖剩下的魂魄，我坐收渔翁之利不就好了？哼，算盘打的倒是挺响。那你留下吗？不留，我这人生平最讨厌别人威胁。夜色下，两人宛如一对新婚的小夫妻，你侬我侬，羡煞旁人，又气坏了叶景寒。主子，王妃好像说今晚要下榻墨楼，难道就这么任由王妃娘娘跟魔主在一起吗？很快，下人急忙来报：陛下，大事不好了，墨楼着火了。怎么会着火？起火原因暂时还没查出来，不过陛下今晚怕是无法在墨楼就寝了。让人火速救火救人。是。小姐姐，我的寝宫着火了怎么办啊？要不我过去凤鸾宫跟你一起睡？陛下，凤鸾宫也失火了。侍卫呢？都是干什么吃的？墨楼着火也就算了，怎么凤鸾宫也着火了？马上去调查是谁放的火。是。姐姐，阿莫好累了，要不我们去御书房凑合一晚得了。陛下，御书房也着火了？不是，御书房被雷劈了一下，房顶打穿了一个大洞，怕是得请人修缮。阿莫，朕让福光找个优雅安静的寝宫，你先歇息一晚，明天早上朕再去看你。阿莫想跟小姐姐在一起。乖，听话，你听话呢，小姐姐才会宠你。剑阁里，顾春暖坐在门外，怒气腾腾；叶景寒坐在屋里，眼带笑意。好玩吗？10万两修缮费够不够？放火烧宫又花钱修缮，叶景寒，是你脑子有问题，还是朕出现幻觉了？都没问题。不够，10万两修个凤鸾宫都不够。10万两黄金。主子，咱们没有多少银子了，经不起这么造啊。莫格凤鸾宫以及御书房损伤的地方都不大，那就让它更大点。陛下，10万两黄金，您笑不笑呢？自然笑呢。传令下去，陛下晚上在剑阁就寝。等下，朕什么时候说要在剑阁过夜了？陛下不是刚刚收了10万两银子吗？朕是收了10万两银子，可是朕没有同意。原来叶景寒从头到尾打的是这么一个主意，他一直要我留在剑阁干嘛？朕今晚就在剑阁歇息，为了10万两黄金拼了，好好跟他耗，搞不好还有下一个10万两黄金。还不退下？是。陛下，夜深了，咱们就寝吧。叶景寒，咱们叫我小叶叶。小叶叶，男女授受不亲，咱们要不然还是分开睡吧。冲我笑什么呀？他不知道他的笑容很有魔力的吗？陛下忘记了，我是小凤后，你的小凤后。这不是情非得已才成亲的吗？那就改成两情相悦。有毛病吧他？你不会是害怕跟我一起就寝吧？笑话，朕是天下之主，会怕你啊？朕只是腿脚不便，叫人接来伺候罢了。陛下与其叫别人，倒不如让我来伺候你。你长袖一揽，直接抱起他，轮椅已然自行朝着床边滑去。他也被叶景寒轻轻放在床上。你做什么？自然是帮陛下宽衣解带了。叶景寒，你究竟想干嘛？你是陛下，我是后宫侍君，你说我想干嘛？
你想让朕宠幸你？那陛下愿意宠幸吗？自然是不愿意。阿诺，小爷爷，你想要让朕留在剑阁也不是不可以，一晚上10万两白银就够了。朕也不要黄金了，你若是出得起这个价格，朕就留下。好。不愧是小凤后，出手就是大方。小凤后，我不想当小凤后。那你想当什么？当你的凤后，唯一的凤后。休了温少仪需要多少银子？多少银子都不行，小蝴蝶凤后的身份永远不可能改变。小蝴蝶，哼，叫得那么亲热，别忘记了，他可是你的死对头。你不也是朕的死对头？起码他没某人那么狠心，成天逼着朕献血。手腕还疼吗？行了，困死了，明天还有早朝呢。你不歇息，朕要歇息了。10万两银子，记得备好啊。两人同床而眠，顾初暖很快传出均匀的呼吸声，叶景寒却怎么也睡不着。这个女人在我寝宫还能睡得那么香，证明她对我并没有提防，可她却也不碰我。是3年时间过去，我老了吗？魅力减退了吗？温少仪寝宫里，主子，陛下跟叶景寒没有圆房，他们只是同床而眠。叶景寒之所以容忍陛下跟他同床，是因为陛下以寻找魂魄为要挟的。叶景寒是受威胁之人吗？这好像不是，剑阁把守太严了，属下进不去啊。退下吧。是。主子，陛下好像知道一缕魂魄在哪儿，正在跟叶景寒交换条件。属下猜测，叶景寒性情大变，或许是因为受陛下拿捏，所以才源源不尽的赠送银两给陛下。陛下几天没过来了？回主子，已经5天了。陛下几次要过来，临时都有急事，所以属下马上让人去请陛下过来。不必了，我亲自去。陛下，凤后求见。凤后，叶景寒。陛下真是贵人多忘事，连自己的正夫是谁都忘记了。哎呀，是小蝴蝶啊！你怎么来了呀？坐。看来陛下是真的忙。您忘了之前是谁说过，每日要过来帮我针灸医治眼睛的？朕确实有好多次想去给你针灸，朝廷事情太多，一忙起来就给耽搁了。不过朕有派人送药过去，小蝴蝶应该收到药了吧？朕开的那些药效果甚好，不比针灸差。哼，陛下没时间到凤仪宫，倒是有时间去剑阁。朕去剑阁也是办正事来着。叶景寒教了朕许多法子，英国的粮食危机、国库危机差不多都已经解决了。这几年只要好好休养生息，百姓很快会过上好日子的。哦，陛下的意思是陈氏这个凤后一无是处了。凤后入宫多日，可曾替陛下分忧解劳过？可不正是一无是处吗？还来捣什么乱？我倒是谁？原来是小凤后。听闻小凤后最近给朝廷捐献了不少银两，本宫正想替陛下给小凤后道谢，不曾想在这里碰到了小凤后。凤后此言差矣，你入宫多日，可曾跟陛下圆房了？我可是跟陛下圆过好几次房，是名副其实的真夫妻。哼，不似某些人有名无实。叶景寒这是在吃醋？我不过随口一说，叶景寒如此当真作甚？难不成他真的看上木暖了？无论是否有夫妻之实，本宫永远都是宾国独一无二的凤后，亦是陛下唯一的正夫。100年之后与他共葬的人亦是本宫。行了，朕国务繁忙，你们说没什么事便先退下吧。有事。这两人今天都吃错药了，平时里也不见对我那么好啊，还本宫陈氏，真把自己当朕的妃子了。陛下，我的眼睛再不针灸，之前的医治怕是要功亏一篑了。那你留下，朕看看你的眼睛。陛下，我的腿再不医治，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恢复。陛下，你答应过医好我的双腿的。哎，陛下，你也答应过医好我的眼睛的。行，一个一个来。我是凤后，自然是我先来。陛下先答应我的，自然该我先医治。你怎知陛下是先答应你，还是先答应本宫的？我的腿比你的眼早瘸。后宫以尊为首。陛下，皇贵君有请。皇贵君，一国皇子。是，皇贵君邀你晚上一同赏月。行，告诉皇贵君，朕马上过去。是。二位，一国对宾国支持太大，朕不过去说不过去，今日就不陪你们了。你们的双腿跟眼睛，改日朕一定。陛下，皇贵君入宫多日，陈氏都不曾见过。今日不如由陈氏陪同陛下一同前往吧。叶景寒病得不轻呢。陛下，陈氏身为后宫之主，皇贵君体弱，陈氏一直找不到机会拜访皇贵君。不如今日也跟陛下一同前往吧。温少仪貌似也病得不轻呢。
主子，陛下来了，您是否迎接一下陛下？告诉他，今晚我身子不适，不见客。自从决定邀请陛下共同赏月，主子一天都在挑选衣裳发簪，把这次赏月看得无比重要。现在陛下来了，主子怎么又不见了？难道是因为陛下带了大小凤后过来？陛下也忒不尊重人了。皇贵君身子不适，还不速速去请太医？是。皇贵君的声音似乎有点耳熟，咱们是不是以前见过？您是宾国女帝，行掌天下权，醉卧美男膝，后宫佳丽无数，走哪儿都有男人随时在侧。我一个小小的异国皇子，咱们怎么可能见过？这语气怎么像极了受了冷落的委屈小媳妇？异国皇子，莫非也看上他了？顾初暖3步并作2步，来到水榭边上。真的是你？你居然是异国皇子，朕的皇贵君！哼，陛下是想跟其他国家的皇子多连几次姻亲吗？怎么可能？朕又不是好色之人。谁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今天很帅气，尤其是这一身淡青色的流云锦，衬得你越发的丰神俊朗，容光焕发。哈哈，这身流云锦是异国最出名的308名秀女耗时10年共同缝制而成，普天之下仅此一件，皇贵君一直舍不得穿呢。多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退下！云妃长得俊，穿什么都好看。宾国没有流云锦，不过宾国的素锦也不错。一会儿朕让人拿几匹过来送你。陛下，别忘记你的国库。易云妃只是皇贵君尚且有赏赐，那我呢？我的位分可比他高。皇贵君初来乍到，朕又是第一次见皇贵君，少不得要给他一些赏赐。你们都是宫中老人了，就不必了。陛下此言差矣。宾国最是讲究尊卑礼仪。我身为凤后，你的正夫，你未曾赏赐我任何一件物品，却赏赐一个小小的皇贵君。若是传出去，天下百姓指不定怎么议论陛下偏心呢。正夫是我才是他名为正娶的凤后。陛下给凤后的赏赐，想必不会低于皇贵君吧？大凤后小凤后所言也有理。这样吧，寻常之物想必你们也看不上，朕就赏你们晚上一同伺候朕。一同伺候？少仪呢比较俗气，陛下还是赏些银财，顺便把少仪这个月的俸禄一并结了吧。哦，对了，陛下，宾国的素锦确实不错，少仪也不多要，就要10匹吧。叶景寒跟温少仪是穷疯了吗？一匹素锦才多少钱？至于吗？还有，陛下没给他们俸禄，宾国这么穷。陛下，他们都有素锦，总不会只有我没有吧？我记得陛下跟我借了不少银子。今晚刚好是还款期限，要不陛下把欠我的钱先结了吧？哎，陛下，我进宫2月有余也没有收到俸禄，不知道我是否还是你的凤后，是否还有俸禄可以拿？至于利息嘛，我叶景寒也不是爱计较的人，只要素锦再加100匹即可。叶景寒、温少仪，你们是吃饱了撑的，故意跟朕作对是不是？陛下，我只是想要回凤后的俸禄，错了吗？你还要素锦？宾国国规，大婚后陛下必须论位分行赏。少仪身为凤后，您的正夫，只是要点素锦不过分吧？或者陛下想按祖宗礼制赏赐少仪？若是陛下真想按祖宗礼制赏赐少仪，我少仪也没有意见。朕的面子不要的吗？没看刚刚那么多下人在吗？陛下，那你给过我面子吗？朕什么时候没给你面子了？我叶景寒堂堂7尺男儿，叶国赫赫有名的战神王爷，你却趁我昏迷强行纳我为妃，这事儿又怎么算？早晚得被这2个人活活气死。他昏迷，难道我没昏迷？那你想怎么样？好说，要么废掉后宫所有弑君，包括温少仪，要么马上帮我找到我想要的东西。胡搅蛮缠，我不是一直在找吗？有病吧他！想不到大凤后小凤后是如此小气之人。陛下，不就是几匹素锦跟俸禄吗？给他们，以后也别去他们寝宫了，就来逸云楼吧，我陪你，省得受他们的气。这娶的都是些什么人啊？阿莫脑子不正常就算了，他脑子也不正常吗？我要是有钱早给他们了，至于拖欠那么久吗？谁来告诉我，我为什么会当上女帝的？顾初暖捂起耳朵，无力听他们怎么吵。这一个晚上，他不知道怎么挨过去的。御书房里，主子，叶景寒跟温少仪故意拖延时间，惹怒您跟皇贵君，引出暗地里保护皇贵君的高手。他们私下都派了不少高手前进逸云楼寻找魂魄。浮光，属下在。异国现在情况如何？之前冒充先帝的那个神经病呢？还没有他的下落吗？回主子，自从他进了异国，行踪就彻底消失了，暂时还查不出他的下落。至于异国，目前一切安好，没什么异常。
摆驾去依云楼。主子，现在天还没黑，皇贵君只怕无法觐见你。无妨，就过去坐坐，喝喝茶罢了。是。哐啷一声，降雪推着叶景寒的轮椅闯了进来。不用急着提醒朕放血，朕又不是金鱼，只有7秒钟的记忆。我是来给你送补血汤的。哼，我还真得托那些魂魄的福，否则我这辈子怎么吃得上这等美味啊？你若喜欢，以后我天天做给你吃。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吃那么快做什么？叶景寒，朕说过了，不需要那么多血，一样可以找到魂魄。我相信你，我也不逼你放血。陛下，奉后求见。温少仪，他来做什么？陛下，莫贵君求见。他们来这里做什么？告诉他，朕国事繁忙，不见。陛下，少仪就那么让你厌恶吗？还是陛下不想帮少仪医治眼睛才找的借口？陛下正在帮我医治双腿，忙得很。这么说，陛下的国事指的是帮小凤后医腿？那正好，陛下也一并帮我医治眼睛吧。堂堂一国的凤后，总是瞎着眼睛也不太好啊。姐姐，他们说我脑子有问题，可是阿莫不知道自己的脑子有什么问题。要不你也帮阿莫看看脑子？某些人不懂先来后到吗？就算你现在是凤后，也改不了炮灰的命。姐姐，他们好坏，都不让阿莫来找你，尤其是叶景寒，阿莫都想死你了。还好少仪哥哥带我来了。小蝴蝶啊，你来找朕所谓何事？陛下，我身为凤后，来看望自己的正妻都不可以啊？这货动不动就凤后，动不动就他的正妻，他是故意惹怒叶景寒的吧？对他有什么好处？我跟叶景寒只是合作关系，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阿莫，你来这里又是干嘛？阿莫想小姐姐呀，就过来看看喽。他们2个人火气太大，阿莫，你带他们去降降火，降好啦，姐姐宠你。陛下想怎么宠呢？主子不是很聪明的吗？怎么一碰到王妃娘娘的事就智商下线？主子应该知道温少仪故意下套的。您跟王妃那么亲近，又表现得那么在乎，不是让温少仪往死了怀疑木暖就是王妃娘娘吗？你们2个莫不是有什么特殊癖好啊？这个取向问题呢，并不丢人，有什么事你们好好解释沟通清楚就好。陛下是什么意思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朕也就直说了吧。你们2人争风吃醋的，也用不着争到朕的面前吧？是，朕虽然之前扒过你们的衣裳，可朕跟你们又没发生什么实质关系，朕对你们2个人都没兴趣。你们该和解和解，该回去回去，有什么误会你们私下慢慢解开。实在不行，2人抱着睡一觉，等天亮了，什么误会都解开了。我跟他争风吃醋？陛下，少仪的性取向正常着呢。是啊，那你们老来找朕茬做什么？既然都不说话，那朕就不奉陪你们了。几位，请吧。主子看到御书房有这么多人，他踌躇了一下，并没有马上汇报。都是自己人，无需避讳，直接说吧。冒充先帝的逆贼到了异国后，便潜入异国皇宫。他武功太高，我们不敢跟太近，怕被他发现。他去异国皇宫做什么？暂时不清楚。不过异国的顶尖高手，除了派来保护皇贵君外，几乎全部惨遭他的毒手。朕写给翼皇的信，翼皇没有收到吗？收到了，可惜晚了一步。不过咱们的法阵已经全部布置完成，只待引他进入。所有法阵都布置完成了？是。明天微服出巡异国，交代下去，让他们备最好的马，朕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火速抵达异国。是。你还有话要说吗？可否允许属下当诱饵，引他进入法阵？就怕凭你一人无法将他引入阵法中。下去吧，此事届时再谈论。是。法阵？你让人在异国布了法阵，我怎么不知？2位有兴趣合作一次吗？共诛疯女人？是，他留着，对你们对朕都不是什么好事。若朕没有猜错，他下一步目标应该是翼皇。虽然朕不知道他为什么把矛头指向翼皇，但朕可以肯定的是，下一个绝对是咱们3个人中的一个。成交。小蝴蝶，你呢？他的实力可不弱。你害怕了？与我有什么好处？他活，天坟族举族受生死威胁；他死，你少一个强敌。可以，那就合作一次。小姐姐，阿莫也要去。陛下，皇贵君求见。他来做什么？宣。易云飞一袭青衣，焦急万分地跑进来。听说你们要去异国，带上我吧，我也要回异国一趟。哼，你的消息还真够快的。我们前脚刚说完，你后脚就知道了，还找上门来了。我们现在就走吧。朕知道你着急，但是边国还有很多事没处理好，朕最快只能明天出发。那些事就带给大臣不行吗？朝中事情复杂，一时半会儿恐怕不行。那你让我出宫，我自己带人啊，先行一步回异国。不行，明天一起出发。
为什么？你担心我逃跑，还是担心我不能保护自己啊？那个女人阴险狡诈，不容易对付。可是没有可是，你若信朕，就明天随朕一起回去。明天天一亮，我们马上出发。好，明天天一亮就出发，大家回去收拾一下行李吧。好。宁云飞等人走了，叶景寒等人却不走。你们还待在朕这里干什么？难不成想3个同时侍寝？好呀好呀，阿莫想留下陪小姐姐。我们若是全部离开，万一他杀个回马枪，宾国无人是他的对手。那你的意思呢？你留下镇守宾国？温少仪留下镇守即可。战神什么时候这么信任少仪了？这倒叫少仪有些惶恐。战神就不怕少仪我起兵造反？你会吗？这可不好说呀。行了行了，宾国不需要你们镇守，明天一起出发异国的时候，你们3人别给朕整出什么太多幺蛾子就好。皇宫回廊里，叶景寒坐在轮椅上，浮光如同一缕清风来到他面前。浮光见过韩王，不知韩王找浮光有何要事？没事不能找你了。浮光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新主子那里事多，浮光怕。新主子？看来你是真把他当主子了。浮光真正的主子永远只有旧主子一人，只是浮光答应给新主子做1年暗卫，浮光不好毁约。他最近都让你做了些什么事？韩王，这个请恕浮光不能相告。是吗？那他要去做危险的事，你也眼睁睁地看着他去做？浮光不语，他是主子的夫君，也算他半个主子，按说他应该跟他讲的，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她不是宾国女帝吗？她是宾国女帝，可她也是阿暖。您的意思是？她就是你的主子顾初暖。你刚刚说什么？木暖就是顾初暖，他们是同一个人。若是我猜的没错，他的体内应该有阿暖的一缕魂魄，又或者说阿暖借尸还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忘记了一切。韩王，这事可开不得玩笑。你看本王像是开玩笑的人吗？他真的是主子吗？真的是主子吗？是。难怪我总觉得他那么熟悉，难怪他的一举一动都像极了主子。我怎么那么笨，没想到他就是主子。那你该告诉我他的布局了吧？这好。浮光本不想说，想到事情危险，这才一五一十告诉叶静寒。临了，他又补充一句：对了，主子在西南方向再一次发现了主子的魂魄气息，只是很微弱，他还在想办法确认。西南方向？是，就在逸云楼。那他为什么不说？他怕自己的感应是错的，到时候给你希望又给你失望。看来本王得再跑一趟逸云楼了。逸云楼水很深，只怕不好趟。要不我们拉上主子？主子现在是女帝，逸云楼暗处的人不敢太为难主子。不必，他已经过去逸云楼了。啊，都这个点了，他去逸云楼做什么？明天不是要去异国了吗？还能干嘛？你还不知道他的性子，就喜欢爬墙，还喜欢半夜爬。凤仪宫里，温尚仪站在窗边，空洞的眼神望着逸云楼方向。宾国女帝偶尔喜欢捉弄人，心地却也不坏。你什么时候来的？来了好一会儿了，许是最近事情多，族长才没有注意到我。副族长来找我，有何要事吗？族长若是喜欢他，何不试着与他相处？副族长最近是太过闲暇无事了，是吗？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辈子我都不可能喜欢任何人。既如此，他去逸云楼，你又在难过什么？族长，复仇大业跟成亲生子并无影响。你后悔了？不后悔，只是愧对他。天坟族一切都好，你好好陪陪他吧。彩娘心地善良，她知道我有使命未曾完成，不会要我陪她的。等到事情都办好了，我再好好陪她。她怎么没的？思念成疾，一语而终。对不起，族长，我知道我没有资格管你的私事，只是不想你跟我一样悔恨终生。那个女人已经死了，过去的事情也已经发生了，纵然有再多的恨，也该慢慢放下，试着接受新人生。冰灵女帝看似粗心放浪，实则心思缜密，胸怀大志。你跟她……副族长，少仪不想谈论这些。族长还是放不下那个女人吗？温尚仪双手紧攥，心痛逐渐蔓延。他当然放不下，他有多爱她，就有多恨她。顾初暖只身出现在逸云楼，身边没带一个侍卫。你不是说要处理朝务吗？怎么过来了？你的那些后宫侍眷不会吃醋吗？朝务已经处理好了，朕担心你，过来陪陪你。夜冷，披着暖和。小妹妹，你对每个人都那么好吗？踢个狐球而已，这就好了。你还不顾生死跳到黑洞救我？你这么容易满足啊？父皇说知足常乐嘛。你父皇很宠你。父皇母后都很宠我，只可惜我得了这个怪病，无法为父皇分忧，无法为一国守护疆土。对了，你上次说1年时间你可以治好这个病，那具体怎么治？父皇说只要跟你完婚，洞房后
就有机会治好。跟我洞房就有机会治好你？叶皇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让易云飞安心的留在宾国，跟我好好过日子，还是想治好他的怪病？重点在我，易皇那么宠他，不可能无缘无故把他送来。看易云飞也不像说假话，关键是我没有能力治好他呀。小云飞啊，真问你，除了洞房还需要什么吗？比如药材之类的。要的，那些药材都找到了，只需最后一样。是什么？宾国镇国之宝黄符。黄符？天坟族在找的那个符？对，黄符加你的血，喝下去就可以治好了。朕也在找黄符。小妹妹，我知道黄符在哪里。你知道？对，江爷爷他们去取了，说最晚1个月内就可以取回来，我不用等1年了。宾国的镇国之宝，朕都不知道在哪，你们怎么会知道？你从小在宫外长大，加上黄符失踪数百年了，你不知道也正常。我们一国倾尽全国，一直在找，自然比你知道的多一些。只可惜啊，我们花了那么多年，也是到最近才有黄符的消息。希望江爷爷他们能找到黄符吧。黄符在哪里？我也不懂，江爷爷说在比较危险的地方，不过他说他一定会取回来的。天坟族知道吗？天坟族暂时还不知道，除了我跟几位爷爷，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小云飞啊，朕能不能问你一件事？可以啊，你问。朕在找一缕魂魄，感应到它就在逸云楼，但是那缕魂魄气息很弱。你知道逸云楼有魂魄吗？你找魂魄做什么？这个表情，莫不是他知道魂魄在哪儿？那魂魄的主人是我几个朋友的，他们想复活。小妹妹，我不知道什么魂魄，我只知道我想治好自己的病，也想一国安然无恙。你好好休息，免得明天路上没精神。朕先不打扰你了。不等易云飞回应，顾初暖脚底抹油，咻，一道人影浮现。是叶景寒，他说要见陛下。他是后宫弑君，我也是。陛下过来看我，还得经过他的允许吗？轰出去。是。顾初暖一出去就撞见叶景寒。更深路重，陛下这是去哪儿？睡不着，出来走走。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巧了，我也睡不着。走着走着就走到逸云楼后门了。哼，那是巧吗？分明是故作怀疑，跑到后门堵我的。为什么我有一种被抓奸正常的感觉啊？既然陛下睡不着，不如我陪你。别，这会儿朕又有睡意了。朕回去歇息了。走了几步，顾初暖皱眉道：叶景寒，你跟着朕做什么？逛了半天，陈氏也困了。陈氏服侍陛下就寝吧。叶景寒，少在朕面前惺惺作态，你到底想干嘛？单身久了，觉得甚是孤单，想找个人重温恋爱的感觉。你有病是不是？有病去太医院。陛下不是懂医吗？陈氏只想让陛下医治。朕倒不知你居然是个闷骚货啊！那陛下收是不收？疯子！50万两黄金。顾初暖脚步一顿，瞬间变脸，喜笑颜开的推着他往自己寝宫而去。哎呀，刚刚跟你开玩笑的嘛！小凤后长得如此俊朗，又如此善解人意，朕怎么会不收呢？今晚朕只宠你一人。陛下上道。那必须上道，就是不知道这50万两黄金什么时候。我满意了，自然给你。易云飞目瞪口呆。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吗？花50万两黄金只为留他一晚，是不是太下血本了？那可是50万两黄金啊！小凤后就算身份再怎么显赫，能有主子显赫吗？她或许是诓骗陛下的吧？要不主子也下血本，多花些银子，留陛下在咱们逸云楼过夜。凭什么呀？现在他是陛下，我是皇贵君，他又不是我的妃子，理应他养我，怎么能变成我养他？可是陛下没什么钱啊！50万两黄金也太多了吧？唉，罢了，就当做接济他的子民了。准备50万两黄金送给小妹妹，让她明天来逸云楼。主子，您忘记了吗？明天天一亮，您就跟陛下一起出宫回异国了。那路上不是还有机会？这陛下说了日夜兼程，所以那就让他跟我同坐一辆马车。这小的领命。哎，等一下，还是算了。他要是有心，自然会跟我同一辆。还是以正事为主吧。希望父皇他们没事。主子，听说小凤后贿赂了陛下身边的人，明天陛下跟小凤后同一辆马车。叶景寒有病是不是？除了小妹妹，难道天下没有女人了吗？争风吃醋成这样。小凤后自然是不要脸，只是按宾国的规定，陛下出行，若是凤后随行，必须帝后同乘一辆。所以他的身边有温少仪跟叶景寒2个男人，这2个男人颜色、武功、才华，方方面面还是绝佳的。那我算什么？
到异国长路漫漫，小妹妹有他们2人作伴，别到时候把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不管花多少钱，明天我要跟小妹妹同乘一辆。是。次日，偏僻的官道上，几匹快马跟3辆马车疾驰而行，扬起片片尘土。马车里，顾初暖看着1、2、3、4，整整4个美男，脑壳一阵阵的疼。主子，前面有个茶棚，要停下来休息一下吗？不用了，继续赶路。赶了几天几夜了，说算人不累，马也累了，停下休整一下吧。主子，咱们停不停？停下休息一下吧。好嘞。每停留1刻，异国便多一分危险。那个女人的手段，陛下应该清楚的吧？我怕我还没到异国，先把自己累死了。温哥哥，易哥哥，小姐姐很累了，咱们休息一下吧，好不好嘛？先在这里歇一下吧，抗议无效，就这么决定了。官道的茶棚处，司莫非一下马车就紧捂着肚子。阿莫，你怎么了？肚子不舒服吗？可能马车上甜点吃太多了。阿莫去方便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小姐姐，你等等我啊。要不要我让浮光陪你一起去啊？不用，我很快就回来。说完，司莫非小跑着往树林而去。几人坐下，刚点了一些吃食，一对祖孙满脸疲惫的也来茶棚点了2碗面。小女孩10几岁的年纪，出落得亭亭玉立，一坐下凳子，还是拿着铃铛不断施法感应。他手上的铃铛应该是千魂铃。千魂铃是什么？相传只要把2个人的血滴在千魂铃上，就可以形成血魂，彼此感应对方。但是灵主会减寿20年，甚至另外那个人死了，他也会跟着魂归九泉。这个牺牲也太大了。我才缔结魂灵的男子，一个是个忠孝节义、有勇有谋的美男子，否则他也不太可能做此牺牲。千魂铃已经消失数百年了，想不到居然在他身上。我的银铃小孙女儿啊，你说你这是何必呢？咱们跟他不过只见了寥寥几次面，彼此不知根不知底，你为他牺牲那么多，值得吗？值，蓝衣哥哥是个大好人，他救过我。你需要他救吗？不过一只狼而已，就算没有他，那只狼也伤不了你。可他即便重伤累累，奄奄一息，还是出手救了我。凭这点，我相信他是个大好人。就算他是好人，就算他救了你，你不也救过他吗？彼此相抵了吧？可你为他居然牺牲自己整整20年的阳寿，还把自己的性命跟他绑在一起，你简直要气死我！奇怪，我感应到的方向明明是这里，为什么到这里就没有蓝衣哥哥的气息了？够了，别再催动内力了，再催下去，人没找到，你命先没了。爷爷，蓝衣哥哥受了很重的伤，他还有仇家追杀，我不赶紧找到他，万一被他的仇家找到可怎么办？仇家追杀？会是萧雨轩吗？小轩轩失踪那么久，一直没有消息，仿佛人间蒸发，不知他现在在哪儿。啊！突然间，远处传来阿莫一声惨叫。阿莫！主子，都找过了，没有莫公子的影子。主子，盘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人物离开这座山。阿莫应该还在这附近，再仔细找找，看这里有没有什么阵法或是陷阱。是。叶景寒，你在看什么？那边的树木似乎比其他地方矮一些。那里不是我们刚刚找过吗？我再找一遍。你要是累的话，先去茶棚休息。温少仪也在那里。不累，我跟你一起去。乖，去休息吧。找到阿莫后，我们还要赶路，如此奔波劳碌，你的身体会吃不消的，姐姐也会心疼的。好吧，那我在茶棚等你们。好。我双腿有疾，身体柔弱，陛下怎么不体恤我？阿莫不是你的朋友吗？柔弱柔个鬼，他柔弱，那我算什么？不是。可我是，不是吗？你一个顶10个易云飞。听到这话，叶景寒微微舒坦，脚下似乎有动静，是从底下传来的。看来我们脚下别有洞天呢。主子，莫非这木有问题？顾初暖伸手在其中一个字上重重一按，轰隆隆，墓碑移位，出现一个圆洞。属下马上进去查看。不必了，我跟叶景寒他们进去就好。你守在这里里应外合，若是1个时辰内我们没有出来，让温少仪进来找我们。属下领命，属下一定会死守洞口，等着主子出来。这个女人，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是一样的护短。她明明不想浮光跟着下去一起冒险，还说得冠冕堂皇的。主子，修这么长一道墓道，非等闲之人做得到的。这里又不是兵家必争之地，这尊墓室是做什么的？不知走了多久，前方隐隐约约传来打斗的声音。陈琳妹子，你这是何必呢？为了一个小白脸，你像狗皮膏药一样追踪纠缠了我整整2个月，还搭上自己几10年的阳寿，值得吗？
只要你放了蓝衣哥哥，我自然不会再纠缠你。这个男人我看上了，今儿个我心情好，若是你乖乖离开，从此不再纠缠于我，我便放了你。否则你可别怪姐姐我心狠手辣。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嘛，你练雷邪术，你就是想把蓝衣哥哥的武功据为己有，对不对？小丫头片子，你知道的还挺多的嘛。你爷爷都被我重伤，凭你也配？我不会让你为所欲为的。蓝衣哥哥爷孙，莫不是在茶棚遇见的那对祖孙俩？这个心肠好恶毒，杀人不过头点地，他却用这种羞辱人的方式羞辱了那个小姑娘。主子，要不要属下上去帮忙？叶景寒没有发话，降雪不敢贸然上去，只能眼睁睁看着陈琳被一刀一刀割破衣裳，再一刀刀刺入身体。陈琳妹子，你只有一次反悔的机会了，若是你再爬起来，我手中这把刀下次刺入的便是你的心口了。老妖女，你处处残害无辜，今天就算我拼尽最后一口力气，也要亲手宰了你，替那些枉死的人报仇雪恨。你这么想死，我成全你，不过我不会马上杀了你。你不是很在意这个男人吗？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着他死在你面前，武功尽归我所有。你敢？你且看看我敢不敢。六阶呀，整个兵临大陆，六阶高手屈指可数，没想到能让我找到一个，还能尽归我所有。六阶是萧雨轩吗？眼看那个女人内力外扩，散发出一根根红色血丝，箭术射向角落处男子的身上。他眼神一凛，一掌过去，两股掌力冲撞在一起，发出一声巨响。中年女人倒退几步，口吐鲜血。好强的内力！你究竟是谁？区区4阶也敢这么狂妄吗？顾春暖缓缓走了出来。中年女人看到顾春暖已是震撼，再看到叶景寒与降雪，更是惊得双手不断颤抖。2个5阶，一个6阶巅峰，这么年轻，居然有6阶巅峰的实力，这怎么可能？几位，不知道媚娘什么地方得罪了几位，还望海涵，媚娘愿意跟几位一起分享他的实力也达到了6阶啊！不，媚娘拱手将他送给你们，只求与你们结好。小奴蓝衣哥哥，除非你们从我尸体上踏过去。你是个好姑娘，放心，我不会伤害她，只是看看她是不是我朋友。前辈要看他，你还不赶紧让开？再不让开，我不介意让聒噪的人永远闭上嘴巴。对不起。阿暖，手疼吗？气得中年女人心里一顿火气蹭蹭往上涨。明明被打碎牙齿的人是她，你很勇敢，我佩服你。不过女人还是要先爱惜自己的生命。你想干什么？我想看看他是不是我朋友。你认识蓝衣哥哥？顾春暖没有回答他，而是一步步朝着昏迷的男子走去。每走一步，他心中的答案越来越明朗。映入眼帘的可不正是萧雨轩那张俊朗的脸？小轩轩，真的是你，我终于找到你了。他的心情从忐忑不安化为欣喜若狂。喜的是他终于找到萧雨轩了，怒的是萧雨轩身上的伤超乎他的想象，身上几乎没有一处完整的地方。这个女人是蓝衣哥哥的什么人？情人吗？我这是踢到铁板了。娘，小主子，萧公子交给属下吧，属下来照顾萧公子。中年女人脚底抹油，一块大石落下，挡住中年女人的去路。她脸色一白，扑通跪下来。几位饶命，媚娘知道错了。媚娘要是知道他是你们的朋友，打死我都不可能惦记他的。求你们大人大量，饶了我这回吧。不能放过他，他心狠手辣，连老人孩子孕妇都不肯放过。这些年来也不知道杀了多少无辜的人，手上罪行累累。说吧，你对萧雨轩做了什么？哎呀，天地良心，我真的没对他怎样。他那些伤是之前留下的，绝不是我弄的。陈琳可以作证，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了。你不是没对他怎样，你是来不及对他怎样。大侠姑奶奶，你饶了我这次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敢惦记小轩轩，就该有死的觉悟。顾春暖弹了一个响指，叶景寒横箫在手，吹奏一曲死亡交响曲。疼得他不断打滚，身上的骨骼根根碎裂。这是什么曲子？我只觉得好听，为什么那个坏女人骨头尽碎，生不如死？这些人的武功也太厉害了吧！你
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再看顾初暖动作熟练的帮萧雨轩包扎处理伤口，蓝衣哥哥伤得很重，爷爷说要去东华山找华神医才有可能治好蓝衣哥哥。姐姐，你能治得了吗？有些棘手，好在还不算太迟，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不过想要恢复，起码得几个月了。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疼死我了！顾阿早，叶景寒曲调加重，中年女人立即毙命。算你运气好。小轩轩，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人伤害你。温少仪在外面，我把她交给你，你能帮我照顾好她吗？姐姐本事那么大，为什么不？我还有急事要办，外面还有萧雨轩的仇敌，若是碰上，免不了又是一场生死决战。你信我吗？信。谢谢姐姐肯相信我，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蓝衣哥哥的。这些丹药你留着，给你跟你爷爷用，还有萧雨轩用。天哪，这可是6品丹药，放眼整个濒临大陆也找不到几颗的。姐姐，这太贵重了，我不敢收。让你收着就收着。还有这块令牌你收着，有什么难处随时可以凭这块令牌到帝都或者宾国任何一个驿馆找我。好。你叫陈琳？是的，我叫陈琳。那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满头白发一眼双瞳的男子？那个人是你同伴吧？我在茶棚见过他。是。我没见过他，不过我刚刚听那个坏女人说凤头山有人抓了他，想挖他的双眼。凤头山？对，就是一帮土匪，他们大当家武功很高，附近官府都奈何不了。姐姐，从这条墓道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凤头山脚下。江雪，知道怎么做了吗？属下明白，属下马上让人出发凤头山，务必把莫公子安全带回来，并铲除凤头山的土匪们。顾初暖恋恋不舍地离开萧雨轩，还先往墓道口外离开。心情这么好，萧雨轩在你心里的位置很重吧？或许吧。一个人的心得有多大，才能装那么多人？叶景寒，咱们只聊事业，不聊感情。不管他们在你心里分量如何，我且告诉你，我必须排第1位。这瘸子又被醋淹了。茶棚里，叶景寒冷着一张脸。你们俩吵架了？谁有闲心跟他吵架？他脑子一向不正常，别搭理他。小妹妹，做人要有良心。叶景寒好歹出兵帮你攻打凤头山，搭救阿莫，那是他心甘情愿的。不信你问他。主子，莫公子救出来了。凤头山离这里有一段距离，属下擅自做主，将他送到绵镇的巨福客栈了。凤头山也被咱们的人连根拔起了。阿莫可有受伤？没有。凤头山见莫公子长得好看，想逼他做压寨夫君。废什么话，人救出来就行了。出发绵镇。是。抵达绵镇，不料来到驿馆附近，便闻到一股浓厚的血腥味。驿馆前，尸体横七竖八倒了一地，皆是被一招致命。阿莫，主子找过了，驿馆里没有莫公子的身影，也没有莫公子的尸体。谁那么心狠手辣，连驿馆的猫狗都不放过，太残忍了。是他？哪个他？花影冒充宾国女帝的那个疯女人。他为什么要杀驿馆的人？叶景寒摇了摇头。六长老说我是花影的儿子，父亲不详，但可以确定跟阿暖不同父也不同母。那个疯女人竟然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怎么会是那种卑劣之人？我跟温少仪的血可以相容，难道他的父亲是天分族族长？不，这绝不可能。我母亲不可能是花影，父亲更不可能是天分族前族长。小爷爷，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身体不舒服？无事。他不应该在异国吗？这里只是异国跟边国的交界，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以折磨人为乐，就算杀人也不会一招直接让人毙命。这里应该有什么让他忌惮的。殿下，大事不好了！皇上跟皇后突然驾崩。易云飞只觉五雷轰顶，巨大的噩耗让他承受不住，当场昏倒。驿馆书房内，叶景寒、温少仪分位而坐，顾初暖坐立难安，来回踱步。叶景寒，你对花影到底了解有多少？通通一一说出来。了解不多，只知道狱卒前族长的影子，他背叛狱卒，被狱卒驱逐出族，一心想毁了狱卒。温少仪，你又知道多少？陛下，叶景寒是狱族人，他尚且不知，我又怎会知晓？有没有可能驿馆的人不是花影杀的？一招爆碎驿馆所有人的心脏，只有达到7阶以上的人才有这个实力，即便是我跟温少仪也做不到。兵临大陆只有他一个人达到7阶以上，并且这一招是狱卒的独门武功。狱卒有什么武功你都知道的，天分族很多长老死于这招。异国皇宫离这里甚远，除非他有分身术，否则不可能两地往返而不被我们查到蛛丝马迹。你忘记还有一个可能？你是说一皇一后很可能早就被他暗算了？这在帝都的一切行踪也只是一个障眼法，帝都中那个人不是他，绵镇里这位才是。
不无可能。顾初南起身，大步离开。你去哪儿？那个疯女人最想杀的是我，既然早晚有一战，何必千里迢迢跑到异国帝都？索性直接开战。哼，这个傻女人，明知道主力军都调到异国帝都了，还想在绵阵与他决战。战神似乎很在意他，自是在意的。他若死了，我让谁帮我找阿暖的魂魄？是吗？只怕任何一个人都不相信吧。那是你的事。让我来猜一猜，他的身份只怕不仅仅是帮助你寻找魂魄这么简单。或许他就是顾初暖。温族长的想象力不错，借你吉言，本王也希望他是阿暖。月光下，一个身姿无双的男子推着轮椅离开。叶景寒，碰上那个女人你还能镇定吗？哼，怕是此地无银300两吧。木暖，你到底是不是顾初暖？你若不是，为何和他这么像？你若是他，又是如何涅槃重生的呢？驿馆前，易云飞双目微红，精神萎靡地坐在马车上，与顾初暖等人告别。小妹妹，我父皇母后只有我一个皇子，我若不回去接任皇位，异国怕是要改朝换代了。等我料理好父皇母后的后事，再找出害死他们的凶手，便回来找你们。好，一路小心。等我找到阿莫，马上去异国帝都找你。你若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竹林里，回国队伍还在前行，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呼啸，远处一道巨大的漩涡滚滚袭来。小心漩涡，散开，快散开！一个巨大的火球迅猛而来，齐老与荣老双手结印，一个巨大的万字印挡住火球。来者何人？为何要偷袭我们？一个中年女人缓步而来，老朋友见面，自然得送份大礼了。随着一声响，一个人头赫然出现在易云飞等人面前。杨老头，是你杀了他吗？怎么样，收到礼物开心吗，我的老朋友？谁是你的老朋友？你到底是谁？我的老朋友自然是他喽。杨爷爷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杀他？我高兴了。江爷爷他们呢？你把他们怎么样了？啊，你想知道？我偏不告诉你。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你的父皇跟母后都是被我杀的。为什么？我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你为什么要杀我父皇母后？咱们没有仇恨，要怪只能怪你跟那个人长得一模一样，你身体里还有伴侣那个贱人的魂魄。你说殿下的身体里有谁的魂魄？你又是怎么知道殿下魂魄不全的？我当然知道，我不仅知道，我还知道另外伴侣魂魄在黄符上，只要得到黄符，借用黄符的力量，就可以补齐他的魂魄，治好他的病了。你们一定很疑惑，明明我在异国帝都，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又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杀死一皇一后的吧？因为我3年前就开始设局了。一皇一后早就中了我特制的慢性剧毒，可笑，你们偌大一国竟然没有一个太医能发现。本来呢，我也不想这么麻烦，谁叫你们一国高手如云，那个贱女人的女儿又会吞功大法呢？说了半天，你到底为什么要杀我父皇母后？你又是谁？傻小子，你还听不出来吗？一皇一后根本不是你的父母。你父母都是狱族人，你哥叫易晨飞，比你大几岁，3年前跳下炼丹炉献祭去了。你出生时，你娘血咒发作死了，你爹也跟着殉情了。你体质特殊，被那个贱女人以逆天手段送到异国，成了一皇唯一的儿子，还是最宠爱的儿子。我也是到了这里后才发现，那个贱女人居然在10几年前就留下后路，只等她的剑种有朝一日香消玉殒后，还可以借你身体复活。说白了，你的身体就是最好的器皿，可以盛放一切灵魂。当然，也不排除他确实是想保你一命。不过嘛，只要是他想保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你杀了皇后，今天就得伏诛。皇符呢？你没拿江爷爷跟陈爷爷的人头来，证明他们还活着。皇符你也没有得到，对不对？花影眼神一狠，你说我的身体里有伴侣别人的魂魄，只要再找伴侣就可以治好我的病，那我跟那缕魂魄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找到魂魄后我的病就能治好？你说的那些简直就像天方夜谭，我凭什么信你？
我需要你相信吗？我今天是来杀人的。想杀我也得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易云飞冷哼一声，响指一弹，数米长的弩箭齐飞，以迅雷之势360度无死角射向花影。只见他长袖一挥，弩箭像是被定住了一般，立在半空中。小崽子，你说万箭穿心的滋味怎么样啊？若是那个贱女人的女儿看到你横尸在竹林里，会不会伤心啊？不，若是她亲眼看到你被折磨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最后再悲惨死去，对你的印象应该会更深吧。易云飞薄唇紧抿，又一个响指，弩箭骤然开出一朵朵璀璨的铁莲花，密密麻麻射向花影。这铁莲花倒是有些意思，是那个剑种教你的吧？他一手暗器，这天底下没几个能胜过他了。易云飞冷斥一声，没去，不想玩了。随着一声爆响，铁莲花瞬间被融化，化为飞灰。小崽子，没想到你居然在铁莲花里下毒，又是那个剑种调制的毒物，对不对？看来你在他心里的分量真的很重啊。这毒药调制起来费不少精力吧？倒是看得起我。这是消功散，寻常毒药对你没用，但消功散是专门调来对付你的，绝对能让你短时间内实力暴跌，又无法行动。荣老与齐老对视一眼，双手结印，凝聚毕生的功力，欲求一招将花影击死。布下一个大阵围住花影。想杀我的人多了去了，凭你们两个也配吗？就算你们一国齐集所有6阶高手，也奈何不了我。随着音效，又一股强大的力量自地心爆发出来。荣老与齐老脸色巨变。同样都是6阶，你们也不过如此，比起叶景、韩温、邵仪他们还差得远了。殿下，我们拦住他，你快去找冰皇他们。荣老齐老再次施法，布下一道屏障，拼死拦住花影。想走？我允许了吗？屏障越来越薄，不少地方已经裂缝了。他的实力只怕在7阶之上。齐老，我顶住，你快护送殿下回驿馆。他太强了，你一个人顶不住了。不行，我来顶吧，你赶紧护送殿下回去。我顶不住，难道你就顶得住吗？别再说了，殿下的性命要紧，你快走！天地再次失色，邪物化为邪丝，千丝万缕穿入荣老与齐老。随着噗噗2声惨叫，荣老与齐老皆重重倒地，半天都爬不起来。你是想问，刚刚你下的毒为什么会转移到你们身上吧？因为我也擅长制毒啊，尤其是以毒制毒，以牙还牙。所以了，你们跟我中了一样的毒，只不过你们太菜了，自然比不上我。一个膝掌，易云飞已被花影吸了过去，掐住脖子。殿下长得真好看，只可惜你跟易晨飞生的一模一样。易晨飞又是那个剑种的心上人，不然的话，我倒是可以考虑收下你。你口中的贱人是小妹妹吧？小妹妹不认识易晨飞，你搞错了。搞错？你说，你这张脸长得这么倔啊，不把你的脸皮剥下来，是不是太暴殄天物了？你想杀就杀，不过我死前，你能不能回答我几个问题？花影扫了一圈无力再战的众人，松开手。又要问啊？行啊，你问吧。你恨小妹妹的母亲，可你恨的真的是先皇吗？当然不是，不过木暖确实是那个贱女人生的。易云飞还想再问。嘘，我最多只能回答2个问题，可要想好了再问。叶景寒跟温少仪是不是亲兄弟？他们的血能融合，他们是亲兄弟是不是？叶景寒的父亲是天分族的前族长，还是狱族人？这个问题我不想回答，你知道的够多了，现在该把这张皮剥下来送给我了。来，我帮你剥。花影再一次掐住易云飞的脖子。放开殿下，放开他！真好看，倾尽天下，只怕也找不出几个跟你一样好看的男人吧。就怕他准备下手的时候，身子突然剧烈抖动了一下，就连被他掐住的易云飞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挣脱了。易云飞嘴角扬起一抹清朝的弧度，右手一扬，露出一张风华绝代倾国倾城的绝世容貌。居然是你，很意外吗？
我早该想到的。灭魂大阵开启，阵法中蕴含着毁天灭地的磅礴杀意。上古灭魂大阵，虽然你恶毒，但不得不承认你的见识真的很广，倒是厉害。多谢夸奖，今日你注定陨落在这里。几个小娃娃罢了，连狱卒那帮老不死的跟那个贱女人都不敢如此张狂，你又算什么东西？那你又算什么东西？一个面容丑陋的老女人。我不是老女人。你不是老女人，难道你是老男人？丑的真让人恶心。你恶心就对了。你知道为什么我容貌好了又变成这副鬼样子吗？我就是为了要恶心你的。顾初暖默念咒语，上古灭魂阵顶端出现一只上古神兽，想利用上古神兽杀我，异想天开。小贱种，看我怎么撕了那些上古神兽。花影一时不察，被几只上古神兽咬中，身上的血肉都被撕下好几块。你们还真以为是本体，居然敢咬我，给我破！灭魂阵法里杀气腾腾，邪雾弥漫，携着毁天灭地之能轰向神兽，神兽抵御不住，被邪雾所侵蚀，烟消云散。高空中两道绝世身影临风而来，琴箫合奏，一正一邪，却是异常默契和谐。随着琴箫交响，一串串发光的符文也跟着他们快而快，慢而慢，急而急。你以为靠着阵法就可以杀得了我吗？不好，南边阵法快被他轰破了。纵然有升级版的上古灭魂大阵，顾初暖也不敢轻敌，继续催动力量稳住阵法。另外两个老者见状，也跟着催动内力稳住阵法，务求多拖延一段时间，让叶景寒跟温少仪合力杀了他。琴箫合奏突然加急，幻化成阴杀，劈天盖地的杀向花影。阴杀所过之处，阵法里的一切植被尽数毁灭，花影的胳膊也被阴杀划到。敢卸我胳膊，你们都该死！凝聚毕生之力，轰向南边阵眼。阵法破，顾初暖与两个老者位处南边，首当其冲。叶景寒察觉不妙，内力一吸，将顾初暖吸了过来。两个老者却是当场横死，没了别人的帮助，只剩温少仪一人，一双魔掌重重地印在他的胸口。温少仪脖子被捏住，小蝴蝶，小杂种，你居然敢唆使叶景寒跟你联手，想杀了我？你知道叶景寒是我什么人吗？我跟你半分关系也没有。看来你早就知道真相了。好一个半分关系也没有，咱们确实没什么关系。我想杀你便杀你，想抛弃你便抛弃你。20年前你就该死了，为什么要活到现在呢？你知道你最大的错是什么吗？你最大的错误是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更不应该被那个贱女人捡了去，收养长大。花影每说一句，叶景寒的脸色便阴沉一分。恨是吧？谁让你这么不会投胎，投到我身上呢？这个变态女人是叶景寒的生母，这怎么可能？叶景寒不是几次差点死在他手里吗？花影是叶景寒的母亲，那叶景寒的父亲呢？他父亲又是谁？不可能，父亲不可能和这种疯女人结合，不可能生下叶景寒，绝无可能。投胎我无法选择，但我的母亲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狱卒先任狱卒长。你给我闭嘴！只要你身上流着我的血，你就不能认那个贱女人为母。可惜了，我叶景寒认的永远只有他一人。至于你，你是谁与我何干？温少仪趁他心乱，双指一点，血琴仿佛有灵性般，无人弹而自响，琴弦之音分为利刃，四面八方弹向花影。温少仪一招冰封千里，又一个鸽子翻身，堪堪避开他的前肢。你们两人打了半辈子，斗了半辈子，想不到因为我，倒是让你们化敌为友，携手并肩了。你放心好了，上天若是长眼，知道世间还有你这种人，只怕第一个劈的就是你。再说，你对叶景寒一没养育之恩，二又弃如敝履，三还想亲手杀了他，你配当一个母亲吗？你想知道你父亲是谁吗？不想。你想知道你跟他到底是不是亲兄弟吗？不想。嘴硬，我才不信你们两个都不想知道呢。小爷爷，小蝴蝶，你们别听他乱讲，他是想扰乱你们的心智。区区6阶巅峰而已，我已经是人阶了，想杀你们，需要扰乱你们的心智吗？说是平常你或许可以，但现在你被我的毒箭刺入腹部，又被上古神兽重创，连胳膊都被砍了一只。因为萧公散，
现在你体内的血液只怕是在逐渐凝固，行动越发不受控制了吧？你们确实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你们的父亲都是天坟族的前族长，可笑啊！你们兄弟相残了20多年。叶景寒与温少仪纵然有心理准备，还是被他的话给惊到。我的父亲是天坟族前族长，是我此生最大的宿仇。我最厌恶的叶景寒，居然是我亲兄弟。他们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高手过招，岂容分心。本就重伤拼命搏杀的两人，因为花影的话立即被他重伤。魔云掌的滋味如何？销魂吧。一瘸一瞎也想跟我斗，不自量力。叶景寒掌心一翻，数个大阵笼罩而下，直指花影。又是杀阵，除了杀阵跟毒，你们还有什么拿得出手的？阿暖，阵法快撑不住了，你快走。我走了，你们怎么办？天下苍生怎么办？以后再谋机会，速走。再谋机会？什么机会？花影上了1次当，不可能再上第2次当，加上他提升实力太快，再等下去，只怕以后更难对付。终于，顾初暖调息完成，立即冲到叶景寒身边，注入自己的力量，操控阵法。小蝴蝶，你怎么样？还撑得住吗？死不了。阵法一个个被破。叶景寒，我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亲手杀了这个贱种跟温少仪，我便放过你，如何？回应花影的是叶景寒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哼，死瘸子，有意饶你一命，你却不知悔改。漫天冰丝出现在花影身后，只待花影一丝令下，便开始吞噬叶景寒等人。冰丝带有剧毒，一旦被碰到，只怕会立刻毒发身亡。小叶，小心一点。叶景寒转攻为守，奏起白玉箫布下一层防护罩。咻咻咻咻，冰丝前仆后继，毒性又强，防护罩力量逐渐减弱。却见温少仪凝神运气，一招冰封千里，将整座竹林全部冰封。冰封千里必须燃烧自己的内力才能使出来，每使1次，你的武功便会倒退很多，严重的还有可能危及生命。小蝴蝶，你不能再继续了，快停下来！叶景寒复杂的看了眼问题，刚刚他若不帮忙，他必定死于花影之手。叶景寒，把这个打入他的体内，将顾初暖手里的符文引到花影身上，与顾初暖合力将符文打进去。花影破开冰封。死瞎子，这招冰封千里，比你渣爹还要青出于蓝。只听轰隆一声，骷髅骨再度密密麻麻的从地底钻出来，发出凌乱而凄厉的鬼叫声。喝光他的血，我要让他比他那个渣爹死得惨上1000万倍。温少仪紧攥血琴，不料耳边除了凌乱尖锐的骷髅声，还有打斗声，那是叶景寒跟顾初暖的声音，他们联手救了他。哼，上古符文不过如此，纵然你们3人联手又如何？花影凑近温少仪耳边，用只有他们2个人听得到的声音说道：哼，温少仪，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天坟族的机关阵法图是我泄露给丹回谷的，因丹回谷的人杀向天坟族。温少仪如遭雷击。你说什么？我说天坟族地势隐蔽，机关重重，高手如云，世人想一举杀入天坟族根本就是痴心妄想，除非除掉天坟族的几个老不死，以及知道所有机关阵法图，而我除掉了你们天坟族仅剩的几个老不死，又把机关阵法图拱手送给了丹回谷，设计让丹回谷的人顺利杀上天坟族。老女人，你敢对他怎么样？我保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哼，自身难保，还想保住他？痴人说梦！天坟族收留了你，你为何恩将仇报？什么恩？留我下来不过是为了折辱我罢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生下叶景寒吗？因为天坟族跟狱族世代为仇，我倒想要看看天坟族跟狱族结晶生下来的孩子，他们该如何处置。叶景寒也听到，他的心冰到了极点，有这样的母亲是他的悲哀。温少仪，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司空副族长本来不想屠杀萧雨轩满门的，是我怂恿的，我就是想要看看你们相爱相杀。温少仪面无表情，无喜无悲。你知道你娘是怎么死的吗？又是你动的手脚？那是当然，温成天心里眼里啊，都是那个女人。
我怎么能不嫉妒呢？本来他是不需要当族长的，是我推波助澜，让他不得不当族长，也是我推波助澜，让你母亲引火自焚，悲惨离世。温少仪素来温和，可从她紧攥的手便可以看得出来，她正在隐忍着恨意。还有你爹，你知道你爹是怎么死的吗？温少仪心跳静止了些许，虽然知道他爹爹是被顾初暖亲手残忍杀死，还是忍不住生出一丝期待。自然是被你的心上人顾初暖亲手杀死的。温少仪一口心血吐了出来，眼神也发生着质的变化，冷得不敢让人直视。你知道你爹死前经历了什么吗？他中了冰火醉，冰火醉的毒有多强，痛苦值有多高，想必不用我多说了吧。他呢，还中了七色毒蜘蛛。七色毒蜘蛛啊，会寸寸撕裂他的骨髓、脾脏，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七色毒蜘蛛是狱卒的禁忌功法，因为太过歹毒，所以狱卒数百年前就禁止习练了。可他为了除掉你们天坟族，为了亲手杀了你爹，逆天而为，偷练此法。别听他乱讲，我跟狱卒打交道多年，从未听过什么七色毒蜘蛛。哟，你忘记了吗？你爹死前胸口有几只七色毒蜘蛛爬来爬去的，不断啃咬着他的骨髓。温少仪紧捂胸口，脸上痛苦之色难以掩饰。除了下毒，我还看到他把你爹的血肉一块一块的割下来，任凭你爹怎么哭喊求死都无动于衷。你可怜的爹爹呀，被他点了血刀，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血肉被寸寸刮下。哎呦，隔得许远，我都替你爹疼啊。够了，别再说了。你知道顾初暖对你爹说了什么吗？他说啊，他就是故意接近你，故意让你心动，然后再无情的抛弃你。凡是你在乎的人，他一个都不会放过。所以他杀了雪夜，杀了暗夜，杀了所有从小养育你的，离你如己出的太上长老们。我让你闭嘴！盛怒之下，温少仪铮铮铮的不断弹奏音杀，杀向花影。顾初暖与叶景寒全力一击，将围剿过来的骷髅震飞。小蝴蝶，你别受他蛊惑，快定下心神，不然你会走火入魔的。顾初暖从来都没有爱过你，至始至终他不过把你当成棋子罢了。他对你的好都是为了报复你。所以呀，他才会无情地挑断你的琵琶骨，把你丢到禁地，任你们自生自灭。老妖女，你嘴巴生疮了吗？简直臭不可闻！我说过，不准再说我老。老妖怪、老女人、老太婆、老疯子、老变态、老不死的，一大把年纪了还装什么嫩？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有多少褶子？温少仪也不知哪来的力量，人禽合一，快手惊鸿，以摧枯拉朽之势强势杀来。小蝴蝶，你不要命了吗？快住手！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过后，花影倒退几步，反观温少仪，身子则像断线的风筝，无力的掉落。真不甘心就这么死了，我好想亲口问他，为什么如此心狠手辣？杀人不过偷点地，为什么要用这么残忍的方式杀害我的父亲？顾初暖与叶景寒再一次重重倒地，叶景寒担忧地爬到顾初暖身边，扶起他无力的身子。阿暖，阿暖，你醒醒，别吓我，我不能没有你。你们不是想杀我吗？来呀，杀呀！你们不是想复活那个贱女人的女儿吗？今日我便让你们如愿，你们很快就可以一起去黄泉团聚了。三道黑色光束从天而下劈了下来，叶景寒脸色一变，挡在顾初暖身上，光束打在他身上，疼得他倒抽一口凉气。放心吧，癌气不会死，只有挨到108剂，阎王才会收他。不过嘛，这光束是我用最毒的毒液与我的3成功力淬炼而成，只要被光束打到，毒液就会迅速蔓延全身，疼得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哦，还有他的脏器呀，也会被一寸寸的腐蚀，由里到外腐烂之死。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女人？那
我与众不同，是不是很独特呀？老妖女，说是你今天杀不了我，绝对让你后悔来到这世上。那就拭目以待吧。花影，我命令你马上放开他！一道又一道光束下来，顾初暖被劈得血肉模糊。花影太强了，只有施展吞光大法才有可能赢他。可这该死的吞光大法，我都快死了，为什么我的尸体还不自动施展？难道我真要活活被劈死在这里？阿暖，花影，他若死了，我定扒你皮抽你筋，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哟，心疼啊！哎，我死的时候，你是否也会这么心疼啊？叶景寒双目嗜血，他凝聚毕生功力，化为一只浴血凤凰。凤凰展翅翱翔，疯狂地撞向光照，光照咔嚓一声破碎，破除光照，凤凰力量几乎耗尽。凤凰死，叶景寒脸色惨白，紧紧捂着自己的胸口。却见已无一战之力的温少仪，不知何时已然从6阶巅峰突破7阶，甚至直抵7阶中阶。你居然连破2阶，你倒是让我刮目相看。放开他！哼，你也看上他了？她可是你兄弟的妻子，你舍得去下手吗？我说放开他！温少仪7阶中阶的力量猛劈光束，意图毁去光束。哈哈，忘记告诉你了，这光束除非我死，否则一旦降下，便不可能停止。阿暖，阿暖，我不能闭上眼睛。我要是死了，我的阿暖怎么办？好不容易找到他，我不能失去阿暖。一声爆吼，他身上骨骼咯吱咯吱爆响，实力也从6阶巅峰突破至7阶初阶，甚至直抵7阶中阶。阿暖，等我，一定要等我。话落，叶景寒立即加入战场，与温少仪兄弟联手共伐花影。主子，浮光出现，替他挡下其他光束。走，这玩意儿劈得太疼了。浮光不走，主子在哪儿，浮光便在哪儿，哪怕死，浮光也会先主子一步死。你有病吗？我又不是你真正的主子。一天是主子，一辈子都是主子，浮光不会背弃主子的。我说你怎么这么犟啊？这玩意儿劈不死我。眼看又一道光束劈下，顾初暖使尽吃奶的力气推开浮光。他怕这一击下去，浮光的生命就终止了。顾初暖闭上眼睛，等着那道光束劈在他身上，迟迟等不到疼痛。顾初暖颤巍巍地睁开眼，却见有人硬生生地替他顶了。这人不是别人，正是掠影。几道光束下来，掠影单腿跪下，嘴角溢血。1个2个上赶着投胎是不是？我命令你们马上走，除非我死，否则绝不离开。浮光不知何时爬了起来，与掠影形成左右合围之势，护住他，任由光束一道道劈得他们血肉模糊，也不吭一声。2个傻瓜，大傻瓜，你们死了，谁去帮你们寻你们的旧主子呀？那便不着了，我们有你一个主子就够了。冷不防的一束光束透过浮光掠影劈在他身上，顾初暖身子被劈得倒飞好几米。小姐姐，小姐姐，别过来！他冲进来替他挡住光束，顾初暖的心都快碎了。阿莫，又一道光束劈在司墨菲身上，劈得他身子弹起又重重摔下。老妖女，阿莫他们要是有个万一，绝对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阿莫，小奶狗，小姐姐，是你，真的是你，你没死吗？走，快走！光束不会追你，只要你离开我就安全了。光束，这是何人所布？居然敢伤害我的小姐姐！顾初暖挣扎着往前爬，想离开司墨菲那个憨货。半空中也不知道司墨菲怎么做到的，将刚刚对付花影的符文串联在一起，一道又一道的打向光束。他居然懂得用符文布下一个符文大阵，任凭那些光束怎么劈都劈不到他身上。小姐姐！恍惚中，司墨菲扶起他，背着他一路往山下跑。浮光掠影直接看傻了眼，光束不是被他控制住了吗？他背着主子跑什么呀？主子伤得很重，哪里经得住这样跑？阿莫，你带我去哪儿？那个女疯子敢把小姐姐伤成这样，我去灭了她。那你背着我做什么？你的光束之伤只有她才能医治。那你往西边跑做什么？去找他们呀。他们在南边。啊？南边在哪儿啊？
司莫非背着跑得挺快的，只是一路一直走偏。这是什么奇葩憨憨，路痴也没这么痴，他都快颠死了。迷迷糊糊中，耳边打斗的声音越来越近。小姐姐，你撑住，马上就到了。你说过要罩着我，现在我失去武功，手无缚鸡之力，你更要保护好我。小姐姐，你别睡了，你快看看我要往哪边走啊？刚刚打斗声明明很近，这会儿怎么又远了？是不是他们一边打一边跑着让我们追啊？你怎么又往西边走了？啊，我明明往南边的呀。太恼人了，我没轻功，不然这点距离直接带你飞过去就可以了。哎，小姐姐，你怎么又睡过去了？你不能睡，快醒醒！对了，你体内有我的石花再生术，你试着催动试试。什么石花再生术？他听都没听过，怎么催动？不知是司莫非找到了路了，还是正在跟花影激战的叶景寒与温少仪在半空中看到他们原地踏步转，选择落在他们脚下。这一声巨响太大，把他跟司莫非都震到了。定睛一看，叶景寒跟温少仪哪里是跟花影打，分明就是跟几个六阶老者打。那几个六阶老者包括刚刚去世的2个老者，这些人都是依云飞的人，而且全部都死了。他们好像是被七色毒蜘蛛控制的。狱卒禁术，应该说是狱卒禁术跟天坟族巫术结合的，非常霸道。只要被七色毒蜘蛛控制的人，即便死了，尸体也会永生永世被他们控制的。有什么办法吗？有，那就是在他们死前砍下他们的人头，或者焚烧他们的尸体。顾初南脑袋一疼，似乎有什么画面不断想要浮现出来，却什么都看不到，疼得忍不住直皱眉头。小姐姐，你很疼吗？我头好疼啊！半空中一道人影翩翩落下。七阶中阶不过如此。老妖女，把小姐姐光束之伤的解药交出来！我倒是谁？原来是你这个小傻子呢！哼，他们2人已是7阶中阶，尚且伤不了我，你一个废人也敢对我口出狂言。不过你的能力确实够强，不愧是魔族之主，我的本命光束除我之外无人能解，想不到你居然解得开。魔主嗤笑一声，满脸不屑。区光束，若非他武功尽失，早就被他给毁了。仔细看，你长得还真不赖，给你一个机会，好好伺候我，我便饶你一命。恶心的我昨天吃的东西都要吐出来了。既然你那么想死，我不介意成全你。花影一个鬼爪手抓向顾初暖的胳膊。断臂的恶心老女人，你的胳膊是被我毁的，抓小姐姐做什么？我想杀你易如反掌，直接杀了你岂不是太便宜你了？你在乎什么，我便毁去什么。叶景寒、温少仪，你们就只有这点本事吗？区区几个6阶都对付不了？破！叶景寒一声大喝，与温少仪默契地设下了一个浮屠阵，暂时将那些6阶傀儡困在里面，同时一左一右联手对付花影。魔主操控符文大阵，3人虽是第一次联手作战，配合却是天衣无缝。一瞎一瘸一傻，全都是残废，还什么还？一瞎一瘸一傻怎么了？至少我们心里是健康的，哪像你呀？活该被人抛弃，活该没有哪个男人要你。我要是你啊，趁早死了算了，留着也是浪费空气，浪费粮食。哎，不对啊，他们一瞎一瘸是真的，我怎么傻了？也是一个心理扭曲的人。你知道什么叫傻，什么叫人间清醒吗？你懂个屁！这货难道恢复记忆了？他什么时候成话痨了？今天的司莫非似乎有些不一样，讲的话也句句能把人气死。再看他迷迷糊糊的样子，他是清醒了还是跟以前一样傻？怎么看着像是恢复记忆了，又像是个傻憨憨？是我不要他们的，是我不要他们的。哈，这谁知道呢？臭男人，我看你们是活腻了，尤其是你，还有你！成千上万的骷髅骨制造出各种各样尖锐的嘈杂音。哼，在我面前用骷髅，你这算不算班门弄斧啊？他掌心一扬，意欲祭出曼陀罗花，然而掌心空荡荡。该死的，又忘记失去武功了。司莫非双指飞动，画出一个又一个符门。破！静悄悄的，静的只有叶景寒等人打斗的声音。魔主这是做什么呀？又抽风了吗？还是被抓走几天更傻了？就在众人对司莫非彻底失望的时候，却见远处一株曼陀罗花突然盛开，那些骷髅骨像是老鼠见了猫，瞬间跑得干干净净。哼，真是无知啊！难道你不知道，只要我不死，我的曼陀罗藤便不会枯萎。曼陀罗藤不枯萎，世上所有的骷髅便得尽听他号令。看来他是恢复记忆了。要是他武功都没了，还能照出曼陀罗藤吗？
这什么操作啊？一个没武功的傻憨憨也能这么强？你行不行？还能撑多久？我不行，难道你这个瘸子行啊？叶景寒脸色难看，撑不住了要说。你以为我是你们吗？什么都用蛮力，对付他这种老妖女就得以柔克刚，以邪制邪。别理他，他在那里鬼画符，又不需要内力加持。叶景寒，你讲点良心行不行啊？操控骷髅也需要脑力的。再说了，你们没看到我还在操控符文大阵吗？叶景寒与温少仪齐齐不语，努力争取时间，让自己的状况恢复到最佳。喂，你们两人也太不够义气了，就这样把我一个人甩开了吗？老妖女，快把我小姐姐的解药交出来！想要解药？门儿都没有！我就是给一条狗吃，也不会给他。死老太婆，你是逼着我出杀手锏呢？杀手锏？就凭你一个毫无武功的傻子？傻子怎么了？我小姐姐喜欢就好，关你屁事啊！魔主默念咒语，似乎想召唤什么。怪事，怎么失灵了？难道又是因为我没有武功的原因？小心，他要破了你的骷髅阵了！小心，你的符文大阵也要被他破了！若非他们及时拦下，只怕魔主此时已经是死人一个。没有符文大阵加持，你们三人就算联手，又能奈我何？哼，没有符文大阵，杀你也足够了。司莫非，开启浮屠阵。等等，我先把那个恶心的男人召唤出来再说。三人打得天昏地暗，山崩地裂。司莫非嘴里一遍又一遍的默念咒语。怎么不灵了呢？难道那个恶心的男人死后尸体被毁了？也不应该啊，就算被毁了也有恶灵才对啊！快开阵，开阵啊！你个小奶狗，安莫！司莫非，是男人就开启阵法。等一下，别吵我，我要让他的死姘头出来恶心死他。他的功力正在快速恢复，时间不多，快开阵！我都说等一下了，你们烦不烦？一直吵。魔主再一次召唤了空。见鬼了！难不成那个老妖女把他姘头的尸体炼化了？罢了，先开阵吧。就在魔主正想要放弃召唤温成天，开启浮屠阵的时候，花影大喝一声，急招绽放。叶景寒与温少仪双双被重创，倒在他面前。叶景寒、温少仪，你们俩也太菜了吧！早知道他不靠谱，可我们还把希望放在他身上，是我们犯贱。这辈子再信他，我就是猪。你们俩败得真够惨的，跟你们齐名我都觉得丢面子。你厉害，你来。你把内力都给我，我分分钟秒了他。大言不惭。你的杀手锏呢？不是说要寄出来让我瞧瞧吗？杀手锏嘛，我现在不想寄，等我想的时候自然会寄出来给你长长眼界的。既然你不想寄出杀手锏，那我送你们一个惊喜如何？他伤得很重，趁他病要他命，赶紧杀了他，以免夜长梦多。叶景寒、温少仪也想火速杀了他，偏偏几场下来，他们伤的也不会比花影轻多少，只能忍着疼痛再度兄弟联手。花影嘴角勾起一唇残忍的微笑，手中铃铛一摇，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随即，一个全身长满煞气、魔气缭绕的中年男子强势砍下。他不是天坟族前任族长温成天吗？温成天也是我的亲生父亲。一个失神，叶景寒被方天画戟打中，温少仪以势借势，一个旋风腿过去，猛劈温成天。踏雪圣印、阎罗龙刀、霹雳神掌、出血妖掌，这些招式都是天坟族的招式，还是我爹的招式？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通天鬼指，这些都是父亲自创的独门武功，普天之下只有父亲一个人会，连他跟几位太上爷爷都不会。这个人究竟是谁啊？怎么样，很熟悉的感觉是不是？叶景寒，那个人是谁啊？叶景寒不语。温成天，温少仪的亲生父亲，他不是死了，脑袋还被小姐姐砍下来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还任由老妖女操控啊？仔细打量，却见温成天双目无神，不知疼痛，仿佛就是一个杀人傀儡，任人操控。啊，莫非那个老妖女用天坟族的巫术与狱族的禁术，以逆天手段将他的身子重合起来，变为傀儡供他驱使？好家伙，温成天煞气腾腾，魔气冲天，实力直指七阶中阶。虽然身死，可以前的武功招式一招也没落下。有这样的人当傀儡，老妖女还不天下无敌啊？呸！什么天下无敌？我的小姐姐才是天下无敌。叶景寒不敢告诉你，那我便大发慈悲告诉你吧。那个人呀，就是你短命的爹，也是叶景寒那个短命的爹，是你们两个人共同的父亲。共同的爹？这两人同父异母，还是温成天的儿子？
叶景寒不是最恨温成天、最恨天分族的人吗？温尚仪脸色煞白煞白。别听他蛊惑，安心凝神，一起杀了他。他真是我爹？你爹已经死了，3年多前就死了。他当然是你爹了，若他不是，他又怎么会知道你的武功招式？又怎么会他独门招式？你知道你爹死的时候有多惨吗？你知道你爹是被谁杀的吗？喂，老妖女，你时时刻刻提醒温少仪这些不好的回忆，你是斗不过小姐姐，只能以此来发泄吧？我真替你可惜。不过也是，你若不可怜，又怎么会去给人当影的？你这个蠢傻子，嘴巴怎么那么贱？再贱也没你贱。好好一张脸，偏要拿来作画恶心别人，别人没恶心到，倒先恶心了自己。华影手中铃铛蓦地一摇，杀气滚滚。正在与叶景寒激战的温成天不知发什么狂，舍弃叶景寒，专攻魔主。温尚仪心不在焉，愣着干什么？赶紧上啊！就算他是你爹，他也已经死了。虽然我不知道老妖女是用什么方法把你爹的头颅跟身体串接在一起，又是如何炼成傀儡的，但他现在就是一把刀，一把老妖女手里最锋利的刀。温少仪把矛头对准花影，魔主呕血。温少仪，亏你还自诩聪明，你看不出他是故意挑拨离间的吗？你们两人合在一起，别说已经是傀儡的温成天，就算是他也不得不全力以赴。可若你们分开了，无论是温成天或者那个老妖女，你们都打不过，届时败的只会是你们。你知道我是从哪儿得到他的尸体吗？从乱葬坑。可怜你爹的尸体被野兽咬得体无完肤，就连那颗脑袋也被咬掉半颗了。现在大白天看着，我都觉得害怕呢。不信你问问他们，你爹的尸体是不是残缺不全的？老妖女，你是没话说了吗？既然你没话说了，那不如试试我的破神阵。破神阵扬起，直冲天际，连苍穹都快被捅破了。魔主好生厉害，果然不愧是千年难得一遇的阵法天才。没武功这阵法尚且如此厉害，若是让你恢复武功，简直不敢想象啊！不过嘛，就在温少仪想进入阵中与魔主联手杀了花影的时候，温成天突然回身反入破天里。收阵，快收阵！破光阵可以毁了阵里的一切生灵，也可以毁了他父亲的尸骨。温少仪竟也跟着冲入破光阵里。温少仪，你有病是不是？你爹早死了，那不过是具尸体罢了。纵然是具尸体，我也得让他安息。你爹要是知道你的所作所为，就算死了也会气得从棺材板里跳出来。但是开阵容易收阵难，破光阵极为复杂，最快也需要1盏茶的时间才能彻底收阵。温少仪，你不是说我不靠谱吗？现在谁更不靠谱啊？今天若是拿不到小姐姐的光束解药，我一辈子都跟你结。一具破尸体罢了，也值得你临阵倒戈。真不知道你的脑子怎么长的啊？不对，你临阵倒戈也是好事呢，至少证明小姐姐在你心里的地位没有你老子高，小姐姐也会对你失望的。这么说，你跟小姐姐无缘喽？她是我一个人的。嘿嘿，司慕飞有病啊！他这是恢复记忆了？恢复记忆怎么还这么不靠谱？什么时候了还在这争风吃醋？我又不是货物，司慕飞说是谁的就谁的。叶景寒也想进入阵中帮温少仪，奈何花影虎视眈眈，他只能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花影身上。他对叶景寒出手了，且招招狠辣。叶景寒瞬间破了花影的招式，暗道不好，花影的目标根本不在他身上，而是在魔主身上。这一击下去，魔主当场被震飞，吐血不起。司慕飞，你们俩还能再靠谱些吗？我在小姐姐面前很没面子的。我使了整整7分功力，就算我重创，也没有理由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男子都杀不了啊！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再看那周身环绕着的曼陀罗花心，花影似乎有些明白了。你武功尽废，曼陀罗花之心竟没有枯萎，他一直在保护你。你这不是废话？曼陀罗花跟我早已融为一体，只要我没死，花心便不会枯萎，花藤更不会消失。哼，区邪功罢了，有什么好炫耀的？你巅峰时期我尚且不怕，你成了一个废人，难道我还会怕你不成？哼，你那半吊子武功才是邪功吧？我这武功正着呢，而且专克你，胸口疼死我了。叶景寒，只要你当着我的面杀了他们3人，或许我心情一好就放了你呢，我的乖儿子。呸！我说过，我叶景寒只有一个母亲，那就是叶国玉妃，狱卒前任族长阿暖的亲生母亲。不识抬举，认贼作母罢了。反正我也从未把你当成我的儿子，你把我伤得这么重，今日你便陨落于此吧，我不想陪你玩了。
你们居然设计，更不希望看到恶魔逍遥法外，恶事作奸，去死吧！我是在乎我爹，正因为我在乎他，所以我更不能让他死不瞑目。我爹若是活着，断然不希望我为他豁出生命，更不希望看到恶魔逍遥法外，恶事作奸，去死吧！好，你们3个毛头小子，好得很啊！我华影千算万算，也算不到居然会栽到你们手里。我是人界天下无敌，世间没有任何人可以杀得了我，你们也杀不了。愣着做什么？快帮忙，我快撑不住了。叶景寒几次爬都爬不起来，温少仪也好不到哪儿去，只差一点了。无论如何，他们也必须撑住。老妖妇，光属智商的解药还不速速交出来，等着我去搜身吗？不是妖女吗？怎么变成妖妇了？你儿子都有了，难道不是父？魔主有些可悲地看向叶景寒，刚刚他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叶景寒的母亲居然是这么一个恶心的老魔头。我懒得管你母亲是谁，我只是想知道你爹又是哪个贱男。司莫非，你听清楚了，本王的母亲只有玉妃一人。行，我懒得管你母亲是谁，我只是想知道你爹又是哪个贱男。温少仪也不悦地瞪向魔主，请你注意你的言辞。我问叶景寒的爹是谁，又没问你爹是谁，你这么激动做什么？你那暗淡无光的眼珠子一直瞪着我，想吓死我呢。话太多了。哼，都是跟我小姐姐学的，我小姐姐天下无敌，什么都值得我学习。温少仪，你不会是你爹的私生子，叶景寒才是亲生子吧？叶景寒脸色阴沉，温少仪脸色亦不好看。难道被我说中了？我是天坟族唯一的少族长，是我爹跟我娘亲生的，何来私生子？那就叶景寒是私生子喽？啊，你们怎么都这样的表情啊？难道真的被我猜中了？叶景寒呼吸急促，对温成天不屑一顾，对花影更是恨之入骨。有这样一对父母，是他的耻辱。天哪，你们居然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这个世界太凌乱了，我都有些消化不了了。那我刚刚要召唤出来的贱男人就是温成天，你们的父亲。曼陀罗花张着血盆大口，咔嚓咔嚓咬着他的血肉。司莫非，你若再不注意你的言辞，我不介意让你变成哑巴。我要召唤恶心的贱男人没召唤到，却被老妖妇给召唤出来了，我被老妖妇恶心到了。司莫非，我说过了，请你注意言辞，不许再说我爹的坏话，你聋了？我确实被恶心到了呀。那个贱男人也是你的父亲。你挑拨离间的本事一点都不高。你不相信？我为什么要相信啊？且不说他不是我老子，就算是，他的死活与我何干啊？他存在与否又与我何干？我还知道，你若不交出解药，很快你们就会在地狱里再续前缘。哦不，你会继续被他抛弃，被世上所有男人抛弃。没有解药，解药早被我毁了。我布下光束就是为了杀他，又怎么可能给自己留尾巴？话刚落，花影身上长出数朵曼陀罗花，曼陀罗花张着血盆大口，咔嚓咔嚓咬着他的血肉。让你的破花马上离开我的身体！你别慢慢享受自己身上的血肉被一寸寸的蚕食吧。行啊，解药。想都别想。那你别慢慢享受自己身上的血肉被一寸寸的蚕食吧。论起邪术，我司莫非敢说第二，便无人敢说第一。不管你是影子也好，是人间恶魔也罢，也不管你修习邪术多少年，在我司莫非面前都不够看。我魔族之主的名号可不是随便人都能拥有的。对了，忘了告诉你，你折磨人的办法有千千万，我折磨人的办法亦有万万千。不信，咱们走着瞧。花影恶狠狠地盯着魔主，被一剑穿心了还不死，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啊。少仪，这是什么阵？光影打得我好疼啊！你快助我破了它。爹，怎么可能？爹爹不是死了吗？怎么还能说话？少仪，你听得到我在说话吗？你速速助我破了阵法，随我一起给天坟族死去的族民们报仇。温少仪，你老子已经死了，那是蛊虫在作祟，模仿你老子生前的语气声音说话，别被他影响了。是爹爹对不起你，爹爹不能因为你娘的死把责任都归咎给你。这些年来，爹爹也没有好好陪你教导你，幸好你很出色，爹爹替你自豪。
虽然眼睛看不到，却能感觉到自己的腹部被温成天捅了一刀。这话怎么那么熟啊？是爹爹以前跟我说过的话。你要忘记那个女人，且不说她是叶景寒的妻子，就说她是狱卒的族长，你便不可能跟她有未来，你们注定是仇人。温少仪，你醒醒，那不是你爹。少仪，爹爹对不起你，你一定要幸福。少仪。虽然眼睛看不到，却能感觉到自己的腹部被温成天捅了一刀。自此流光震破，花影出。少仪，别怪爹心狠，爹在黄泉实在太寂寞了，你就来陪陪爹吧。破蛊虫，你捅温少仪一刀就算了，还坏我好事，阻我小姐姐智商。小花，吞了他，我要让他彻底消失在这人世间。我说过，我是人皆天下无敌，世间没有任何人能杀得了我。你乖儿子，我就说你斗不过我吧，等我先吸了你们的功力，再好好折磨那个臭傻子。顾初暖看到那一幕，心都碎了。温少仪被捅了一刀，无力地栽倒在地。叶景寒被连打10数掌，倒在血泊中，连阿莫都被震飞呕血。蓦然间，顾初暖漆黑的眸子化为血红色，身上的戾气也骤然暴涨，一个鸽子翻身，瞬间飞起。顾初暖双手结印，重重轰向花影，两掌相碰，发出巨大的轰隆声。好强的功力！花影已经全力以赴了，还是被顾初暖的吞功大法硬吸过去。他的吞功大法比之前厉害数百倍，感受着身上的功力正在快速消失。花影挣扎着想脱离吞功大法的控制，却怎么也挣脱不了。收起你的吞功大法，我可以考虑把光束之伤的解药给你。小姐姐，这个交易可以谈。阿暖，你若听得到我在说些什么，你就今日他必须死，光束之伤我自己能治，就算治不了，有他垫背，值了。留下我爹的尸体。阿莫，你的曼陀罗花之心是不是需要强大的力量浇灌才能生长？那个恶心老妖女的力量我不要。叶景寒，吸收了他的功力，你或许可以升到7级巅峰。哼，白送我都不要。小蝴蝶，温少仪直接给了一个嫌弃的眼神。花公、蝎子、螳螂、毒蛇等等都密密麻麻地爬来，他们便与蛊虫厮杀在一起。花影纵横交错的脸尽是扭曲的愤怒，他眼神一狠，密密麻麻的蛊虫铺天盖地地咬向顾春暖。阿暖，你敢伤我小姐姐，上天入地我都会让你后悔今日的所作所为。顾春暖冷笑一声，密密麻麻的蜈蚣、蝎子、螳螂、毒蛇等等都密密麻麻地爬来，他们便与蛊虫厮杀在一起。好多蜈蚣啊，我很害怕呀。我说莫公子，好歹您也是魔族之主，区一些蜈蚣，您至于怕成这样吗？你不怕你伤呀？哎呦，我的伤口疼死了。你有蛊虫，我有毒虫，且看是你的蛊虫厉害，还是我的毒虫厉害。毒物相残，蛊虫死伤一堆。你还有什么王牌？一并使出来吧。我需要王牌吗？虽然我挣脱不开你的通功大法，可你也不会吸收我的武功，很快你便会爆体而亡。哼，真不知道你是愚蠢还是目空一切，这么好的机会你都不好好把握住。把他的功力转到我身上吧。放了我，我告诉你最后一缕魂魄在哪儿。我连光束之伤的解药都不要了，你觉得我会要一个小小的魂魄吗？贱种，我命令你快住手。哼，你终于害怕了，可惜啊，太晚了。顾初暖，你杀不了我，也吞不了我的武功。花影为什么会叫他顾初暖？他难道真的是顾初暖？所以叶景寒才会一改变态，对他宠溺有加。这个疯子，他是明知自己已是困兽之斗，所以想拉着阿暖一起陪葬，想挑拨离间他跟温少仪的情谊。顾初暖暴涨到6阶巅峰，他没想到自己的实力提升的那么快。很快，他眉头猛地一皱，一口鲜血吐了出来。是不是心口很疼？自从知道你有吞功大法的时候，我便开始防着你有朝一日你会把我的功力全部吞光，所以我早早做了准备。我的内力全是毒，谁吸了谁便会中毒。这毒的杀伤力十分强悍，比鹤顶红还要强上数百倍啊！不对，这应该叫蛊。寻常的毒对你根本没效，只有用蛊才能起作用。这蛊毒我可是费了好一番力气，
又走了大江南北才配出来的，专门针对你的。你心口的疼痛是不是蔓延到四肢百骸，有如千刀万剐？别急，这才刚开始呢，后面它会让你更加生不如死。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你好过。只能逆转经脉，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求能短暂的恢复功力。逆转经脉自古以来只有死路一条啊！叶景寒，你发什么疯？快住手！他的心脏位置跟常人不同，稍微偏了几寸，所以温少仪那一剑才没有刺死他。你居然敢弑母！哐啷，叶景寒手里的剑掉落，复杂的看着濒死的花影。你会遭到天打雷劈，我诅咒你永生永世爱而不得，孤苦一生。放你大爷的狗屁！该遭天打雷劈的是你，你生下小叶也不过是为了报复，你明知他是你的亲生儿子，你还要杀他，你配做母亲吗？我刚刚想起，算起来你也是我的儿媳妇。建筑，你恶心吗？我有什么好恶心的？在我眼里，你连狗屁都不是。你跟叶景寒和我更是半分关系都没有。下了地狱，好好学学怎么做人吧，免得投胎连猪狗都做不成。知道第六缕魂魄在哪儿吗？第六缕魂魄一分为二，伴侣在易云飞身上，伴侣在黄福上。想要集齐7缕魂魄，就得杀了易云飞。只要易云飞不死，那伴侣魂魄你们便得不到。有什么办法可以既不杀易云飞，又能取出他伴侣魂魄？没有办法，易云飞必须死。他跟易晨飞那个小贱种长得一模一样，你舍得杀他吗？他可是满心满眼都是你啊！杀不了你们，亲眼看着你们为了伴侣魂魄跟易云飞自相残杀也是好的。你觉得你还有机会亲眼看到吗？一剑穿心了，就该去见阎王。知道你们穆家满家是谁杀的吗？你想说什么？是温少仪杀的。温少仪，他残忍地屠杀了你的满门。满嘴胡言乱语，你该死了。就算我死了，你们也不会好过的。你们信不信？不久后，你们几个人便会互相残杀。我还知道第7缕魂魄在哪儿。魔主温少仪等人敛神，静等他后面的话，心里也跟着激动起来。第7缕魂魄就是……不等花影说完，叶景寒挥刀直接将他的头颅砍下去。解药，姑母没到手，她不能死。死了，小姐姐怎么办？魔主情急之下，毒素扩散，昏死过去。叶景寒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整个人仿佛丢了魂一样。主子，主子，小爷爷，小爷爷，没人会怪你的，就算你不杀他，他也会得到报应。他将顾初暖拥入怀里。疼吗？顾初暖摇摇头。清风教训，快叫人给阿暖包扎伤口。主子，您身上的伤也很严重啊！先救阿暖。爹！却见温少仪手脚并用，不断往温成天爬过去。温成天的尸体应该早就发烂腐臭了，只是被花影用蛊虫控制，压制住了臭味吧。现在花影死了，温成天本来的面目也浮现了出来。爹，孩儿不孝，孩儿不孝。树枝上跟蛊虫发作了，我是不是快死了？蛊虫蚕食的太快，连骨头都迅速被蚕食的渣都不剩。爹，对不起，少仪没本事，连你最后的尸骨都留不住。对不起，对不起。小爷爷，你的身上怎么这么冷？没事，我去帮忙吧。顾初暖才走了一步，就栽倒了下去。阿暖，光树枝上跟蛊虫发作了，我是不是快死了？不会，你不会死，有我在，我便不会让你死。大夫呢？怎么还没到？主子，咱们的人都被花影的傀儡杀了，寻找的大夫还在路上，可能还得等等。阿暖，你不会死的，我不准你死。
主子，您伤得太重了，不能再给穆姑娘疗伤了。主子，让属下来吧。您内力本来就耗光了，此时不过是逆转经脉，万一您也会有性命之危的。叶景寒，我不死，你也不能死。叶景寒不知是受伤太重，又或者强行再次逆转经脉，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叶景寒，我不死，你也不能死。穆姑娘，大夫，快来这里！我家主子跟穆姑娘都昏迷了，你快救救他们！主子，您终于醒了。叶景寒他们呢？叶公子、温公子还有莫公子都还处于昏迷状况，至今未醒。伤得很重，有没有性命危险？暂时没有，属下已将天下所有名医都请过来共同医治了。不过不知为何，他们迟迟没有醒过来。主子，您都昏迷整整3个月了，属下们都很担心。3个月了？那花影呢？我的伤又是谁医治的？花影已经死了，是黄贵君。黄贵君倾尽一切治好了您的伤。黄贵君还把异国拱手送给主子，现在已经没有异国了，异国属于咱们宾国的附属国。黄贵君不眠不休的在榻前照顾了您整整3个月，今日实在是受不了，昏倒过去，属下才让人将黄贵君带回寝宫休息。主子，黄贵君对您真的是情深意重。黄贵君是易云飞？父官，我刚刚做了很多梦，梦里有很多熟悉又陌生的人和画面，就好像真实存在似的。主子，您都梦到了什么？或许是我额头有那个人的魂魄，才有属于他的记忆了。主子，要不您还是再休息休息吧。光束之伤极难医治，蛊毒也需要找到蛊母才能治开。凭易云飞一个人怎能治好我的伤？父官，你且细细说来，他到底是如何医治我的？就他认识一个很厉害的神医，黄贵君把那位神医请出来给您医治的。哪个神医？叫什么名字？具体是怎么医治的？这个属下也不清楚。主子，您现在无碍就好了。福光，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很不会撒谎？主子，属下是真不清楚。这3个月来，黄贵君每次给您医治的时候，只有他跟姜老太爷在。黄贵君不许任何人进来，也不许属下跟您说您的伤是他医治好的。属下看您的身子日渐好转，其他太医又没有办法医治，所以也就没有多加干涉。不过略隐说什么？说黄贵君可能是以命易命。以命易命？对，您中的蛊毒，除非找到蛊母，不然短时间内就会毒发身亡。花影已经死了，想找到蛊毒基本不可能。但是异国有一种神术，可以把您身上的蛊毒引到他身上。如果属下没有猜错，王贵君大抵就是用这种办法治好您的蛊毒的。那光束之伤呢？这个属下真不知道，黄贵君都不跟属下说这些。以命换命解除蛊毒，还是略隐无意中从黄贵君身边的几位老爷子那里知道的。那几位老爷子都快气疯了。现在朝局怎么样？百姓们都还好吧？宾国一切顺利吧？百姓现在挺好的，有了异国的帮忙，宾国现在几乎没有流民了，百姓2餐也能温饱。只是有什么话一次说清楚，别吞吞吐吐的。是，主子，宾国一切都好，可是黄贵君跟大凤后不好。天坟族跟义城打得如火如荼，天坟族的很多首领都被义都的人杀了，义都很多高阶老爷子也被天坟族杀了。义都就是以前的义国。为什么会打起来？争夺皇服？对，他们动辄数千甚至数万人，堪比2国战场厮杀。属下粗略算了一下，这3个月来因为厮杀，他们2边人马最少已经死伤数万人了。义国不是归顺我们宾国了吗？宾国难道制约不了他们？怎么会打起来的？义国是归顺了咱们，可是黄贵君身边有很多高阶老爷子撑腰，那些老爷子在兵临大陆势力甚大，武林各大宗门也以他们马首是瞻。那几位老爷子登高一呼，周围几个小国家还有武林各大门派就全听他们号令了。天分族副族长不是蛮不讲理之人，他怎么会任由事情发生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糟糕的就是天坟族的副族长被姜老爷子、于老爷子联手重创，到现在生死都不知呢。所以天坟族才会炸了，认为黄贵君的人绑了他们的副族长。躺了3个月，顾初暖爬了几次才堪堪站起来。主子，您伤还没好，您要去哪儿？先去看看易云飞。属下带您去。姜老爷子不知如何得到消息，竟然出现在他面前。老爷子，小主子心地善良，他不希望我们来找你，可老夫却不得不为小主子考虑。皇府在善水孤军台，护义军跟天坟族在善水大战，争抢皇府，不知陛下帮谁？姜老爷子，我家主子是宾国女帝天下之主，您一上来就质问我家主子，是不是太僭越了？易小主子性命危在旦夕，我已经顾不了许多了。姜老爷子，朕知道你担心黄贵君，
放心，这事朕一定处理好，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能让老夫以及一众归顺宾国的千千万万将军满意的交代只有一个，那就是陛下出兵镇压天坟族，帮小主子取得皇府。江老爷子，我家主子尊重你，没跟你计较僭越的事，你也别得寸进尺。我家主子昏迷3月刚刚醒来，身子还未恢复，很多事情也还弄不清楚。你一上来就威逼利诱，是不是太过分了？大凤后是天坟族的族长，你让主子直接出兵镇压天坟族，是想让主子废后与天坟族决裂吗？陛下，老夫也知道刚刚的话过火了，只是天坟族要皇府，只是为了一己之私复仇，而我家主子跟您以命换命，如果能够得到皇府，尚有一丝活机；若是没有皇府，他只怕活不了1个月了。我们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才会过分要求陛下要助啊！陛下，求您看在主子把一国拱手让给您的份上，助我家主子一把吧！我家主子心思单纯，他如果没人帮忙，哎，老爷子，哎呀，你这是要折煞朕，你快起来吧，朕明白你的诉求了，朕会考虑的。偌大一国只剩主子，如果主子再没了的话，一国也就断后了。我家主子自会思量，江老爷子若是没事，便先行退下吧。我家主子还要去看皇贵君呢。好，福光，朕怎么看你对江老爷子有些意见？你不是挺喜欢皇贵君的吗？皇贵君为人谦和善良，处处维护主子，属下当然喜欢皇贵君。但是江老爷子他讲话太难听了。依云楼的寝宫里，小妹妹，你醒了，太好了，你终于醒了。顾春暖迅速将脸上的泪水抹掉。怎么，看到我醒了，你不高兴？怎么会啊，我高兴都来不及。小妹妹，你是不是身上疼？不疼，我已经恢复了。我家小云飞本事那么大，连隐世神医都认识，我想不恢复都不可能啊。那我怎么感觉你很难过？是看到我瘦了吗？这种难过就像痛失所爱一样，难不成他真的喜欢我？江爷爷说了，我以前长得太胖，瘦点好看，我又爱美，所以就节食了。小妹妹，我瘦点是不是更好看了？我的小云飞不管长什么样都好看。小妹妹，你别难过，如果你不喜欢我瘦，我就多吃一些。好，小云飞，听说你把一国拱手送朕了，此事会不会太草率了？如果你后悔，我不后悔，我们现在也算是夫妻了，对不对？既然是夫妻，那我的江山跟你的江山有什么区别？再说了，我一向不过问政事，那些国家大事我也不懂，这种琐碎的事情还是交给小妹妹来处理吧。那你知不知道护义军跟天坟族打得如火如荼？知道。能否让他们退兵？天坟族那里朕去周旋。我跟江爷爷说了很多次，江爷爷什么都听我的，唯独这件事他们都不听。而且我也想要皇服，想活下去。朕不是让你放弃皇服，朕是让你暂时退兵。天坟族那里朕也会让他们退兵的。好，那我一会儿再去央求一下江爷爷他们。小妹妹，我饿了，你陪我一起用膳好不好？好，朕陪你用膳。谢谢小妹妹。顾春暖从逸云楼出来，便去看望叶景寒。叶景寒经脉逆转，伤痕累累，即便精心调养3个月，依然伤得非常严重。顾春暖不得不先放下其他，用药桶帮他进药针灸。这一医治便是整整3天。3天后，顾春暖精疲力竭地出来。御书房里，在他面前赐座2个年过古稀的天坟族长老。2位长老，朕刚刚已经跟你们解释过了，不知2位能否让天坟族众人先行退兵？陛下恕罪，请恕草民只是区区一介长老，没有权利退兵，只有族长跟副族长才有权利让他们退兵。听2位的意思，似乎对朕很有意见。我们怎敢对您有意见？您现在可是宾国女帝，翻手云覆手雨，大权在握。如今又收复一国，兵力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强盛。您高高在上，怎么看得起我们区一个天坟族？天坟族强盛，护义军也不是软柿子，把他们逼急了，归顺宾国的一国大军也会反手倒戈。届时纵然朕是女帝，只怕也阻止不了。你们希望看到天坟族弟子为了区一个皇服，死伤惨重，血流成河吗？最多鱼死网破，我们天坟族不怕他们，真要打起来，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你们所图不过是皇服，只要你们退兵，朕答应你们，皇服朕会亲手交到你们手上。只怕陛下也是这么跟护义军的人说的吧？皇服的作用只有一次，若是陛下先给他们，再给我们，岂非也等于废纸？若是陛下答应帮我们取得皇服，等我们用完再给护义军，我们可以答应退兵。那爷二位的意思呢？护义军不交出副族长，不放弃皇服，我们天坟族血战到底，绝不退缩。陛下，若是您还没想好帮哪边，倒不如别插手了。反正这也是我们跟护义军的事儿，跟您没半文钱关系。一个是朕的奉后，一个是朕的皇贵军，你们现在也是我宾国的子民，朕还管不了你们了吗？陛下，只怕您心里只有皇贵军，没有我们大奉后吧？陆长老此话何意？哼，陛下醒过来便先去看皇贵军，陪他用膳赏花，好不惬意。完了后，你又去看小凤后，一陪就是整整3天。我们族长好歹也是大凤后，后宫主人，您看完小凤后去处理朝中大事也就罢了，居然还先去看莫贵军，最后才看我们族长。在您心里，我们天坟族地位难道不是最低的？什么意思？是嫌我没有第一时间去看温少仪？易云飞以命换命，生死不知，我当然得先去看易云飞。叶景寒、温少仪、司莫非，他们3人就属叶景寒受伤最重，我自然先看叶景寒。如果我没有先看叶景寒，只怕叶景寒的小命早就挂了。司莫非离叶景寒近，我先看司莫非再看温少仪，有毛病吗？陛下陪皇贵军用膳赏花共计2个时辰，留在小凤后寝宫3天3夜零1个时辰，处理朝政花了4个时辰，看望莫贵军花了3个时辰零2盏茶，而您在我们族长的寝宫里只留了短短1盏茶。所以你们退不退兵？不退。好得很。陛下，皇贵军派人重伤我们副族长，又抓了我们副族长，请陛下做主，让他们放了我们副族长。你们天坟族不是很厉害吗？区区小事还用得着朕？顾主暖离开后，天坟族史长老皱眉道：今时不同往日，他现在可是兵国之主，咱们刚刚那样是不是太得罪他了？万一他因此牵连族长，岂不是？就算没有这件事，他对咱们族长又好到哪里去？自古以来后宫只有1个凤后，可他不顾咱们族长的颜面，为了区银两，硬是立叶景寒为小凤后，他在乎过咱们族长吗？话虽如此，咱们今天进宫主要是为了让陛下出面帮忙找到副族长，如此一来全搞砸了。陛下有令，只要尔等退兵，陛下保证让天坟族副族长完好无损地回到天坟族。若天坟族不退兵，便是公然与朝廷作对，后果自负。边国女帝欺人太甚。另一边，姜老爷子满脸怒火找到顾初暖：陛下要我们退兵也可以，您必须答应老夫一件事。那如果朕不同意呢？陛下还没听老夫说什么事呢。老爷子，朕敬你，所以尊称你一声老爷子，不代表你可以对朕予取予求。陛下，您这条命是小主子救的，这是您欠小主子的。你想说什么？只要陛下废后，另封小主子为后，我们马上退兵。废后？姜老爷子你可真敢想。来人，去传皇贵军过来。陛下，皇贵军对此事毫不知情，他废后这么大的事，他该知情的，愣着做什么？还不速速去请？陛下，您明知小主子对您一往情深，只要不是您主动给的，小主子断然不会去要。他自尊心极强，您让人将他传召过来，无疑是陛下，小主子真的等不起了。朕知道，朕也急。如果你们相信朕，就先退兵，朕保证将皇服拱手送到你们手里。陛下，小主子的性命就交给您了，求你一定要救活小主子。你放心，朕倾尽一切也不会让他死的。谢陛下。天坟族副族长是你们抓走的吗？不是，老夫可以对天发誓，那日我们只是重伤了他，并没有取走他的性命，更没有抓他。他趁乱逃了。这些日子，老夫也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不过，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怎么找都找不到。姜老爷子走后，顾初暖疲惫地揉了揉眼睛。顾初暖咳出一滩血在一耳根上。
主子，您已经是第2次咳血了，是不是您之前的伤没有痊愈？主子，您在想什么啊？可需要属下去喊太医过来。不必了，可能是过度劳累吧。福光，如果是你，你会把皇符给谁？这属下也不知。罢了，朕都想不透的事，何必为难你呢？掠影呢？怎么都没有看到他？掠影一直在暗处保护主子。花影已经死了，如果他不解恨，朕不介意他对花影的残尸做点什么。是。准备一下，今晚微服出宫，前往善水。主子可是要去夺皇符，这件事交给属下，属下定不辱使命，何劳陛下亲自出手？不行，天分族高手众多，凭你们2人很难夺回皇符，朕亲自去一趟吧。主子，您身子都这样了，还去什么善水？主子身负重责，宾国都指望您呢，您还是好好休养，等身子好了再去吧。去劝太医吧。是。太医浩浩荡荡的来，个个都说他是气血两虚才导致的，顾春暖却是一个字都不相信。去检查一下血里有没有毒。回陛下，已经检查过了，血里没毒，您的身上也没有发现任何中毒的迹象。顾春暖摆手示意众人退下，他换了一身衣裳，甩开众人，连浮光掠影都被他给甩开了，一路往逸云楼而去。公子，再这样下去，您会没命的。奴才去找江长老他们吧。别去，江爷爷对小妹妹意见甚大，如果他知道我，他定然会为难小妹妹的。可是您身上好冷啊，抖得也很厉害。于爷爷不是还留了一些丹药吗？你再去拿点给。公子，只剩1颗了，于长老还在善水，奴才已经快马加鞭去跟于老爷子要丹药了。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最快也要10天才能送到。公子，您1天发作1次，没有药只怕熬不下去啊。我得留着，以备不时之需，不能让小妹妹知道。公子，传闻陛下医术高超，或许他有办法医治的。您谁都瞒着，大家都帮不了您啊！天分族极难对付，于长老也不知道能不能拿到皇符。要是拿不到，那您怎么办啊？生死有命，随他吧，只要小妹妹平安就好。一人飞腾的青筋暴涨。公子，要不您先把药吃了吧，以后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说。不知是不是太疼，易元飞直接疼得昏死过去。不行，只剩下1颗了。万一我发作的时候，小妹妹在呢？不能让她担心。不知是不是太疼，易元飞直接疼得昏死过去。顾春暖火速出来，扶起他的身子。好弱的脉搏，好乱的脉搏，他全身上下都是剧毒，而这剧毒是光束之伤侵入骨髓引发的。陛下，您怎么在这里？去拿个盆子过来。是。银针3根刺入天灵穴。陛下，那是天灵穴，会死的。顾春暖没有理会他，银针1根又1根没入他的巨阙穴、三足穴、涌泉穴，并用内力帮他稳固乱窜的剧毒。做完这些，顾春暖摇摇欲坠。陛下，您喝点茶。皇贵君每天光束之伤都会发作吗？小氏脸色一白，哆哆嗦嗦，不知道怎么回答。老实交代，否则朕直接砍了你的脑袋。陛下恕罪，不是奴才隐瞒，实在是公子皇贵君下了严令，不许任何人知道。现在朕知道了，你还要继续隐瞒吗？奴才不敢。皇贵君之前3天发作1次，后来2天，最近不知怎么回事，1天发作1次，每次发作都跟现在一样痛苦。他为什么会这样？就陛下受了重伤，太医们纷纷束手无策，连长老们也没有办法。巫师说，公子，皇贵君身上的伴侣魂魄跟您的魂魄是一体的，要救您，或许也可以利用他的魂魄引出您身上的光束之伤，再把蛊毒引到自己身上。但是机会只有不到1成，若是成了，您或许可以活，但是皇贵君得不到皇符上的另外伴侣魂魄修复魂魄，最多只有半个月性命。就算找到皇符，修复好魂魄，生生世世也会受蛊毒反噬以及光束之伤反噬的痛苦。若是不成，皇贵君会当场殒命。长老们不同意，皇贵君坚持要救您，他以性命相逼，江长老等人不得不让步，所以皇贵君在江长老等人面前把蛊毒引到自己身上。蛊毒引过来后，皇贵君疼得生不如死，差点还没了性命。好在江长老等人把内力渡到皇贵君身上，皇贵君才保住了1条性命。接着江长老等人说什么也不同意皇贵君把光束之伤引到他身上了，皇贵君就央求于长老还有巫师，于长老跟巫师们迫不得已只能帮皇贵君。巫师说，
若是能找到皇符，或许皇贵军还有一线生机。所以于长老他们亲自去善水寻找皇符了。皇贵军怕江长老知道会担心，一直苦苦支撑着。他又怕您突然来逸云楼，所以皇贵军不敢住寝宫，每晚都来书房。这些日子，皇贵军越来越严重了，再这么发作下去，奴才怕。朕为何会时不时吐血，全身乏力？这个奴才也不知道，武师或许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回陛下，奴才名叫小李子。把黑血倒掉吧，记得不要倒在水里，血里有毒，倒在哪儿万物不生。是，奴才会处理好的。小事出去，寝宫里只剩下顾初暖与易云飞。易云飞，你为朕付出那么多，朕要怎么才能报答你？未央宫里，顾初暖带着药膳粥独自进去看望温少仪。温少仪衣衫单薄，站在窗外亘古不动，任由冷风吹着。小蝴蝶，外面风大，你刚醒过来，不宜吹风。察觉到他的靠近，温少仪立即后退几步。难道温少仪知道我要去取皇符送给易云飞？不应该啊，他不是刚刚苏醒吗？小蝴蝶，你是怪朕那么久才来看你吗？朕知道你伤重，特意去御膳房熬了一碗药膳粥，你喝了对伤势有很大的益处。你亲手熬的？是啊，里面加了很多珍贵药材，每道工序都不容出错，还要加点炼丹术，熬出来效果才好。交给别人，朕不放心。来尝尝看，朕好久没给人熬过药膳粥了。你怎么会炼丹术的？炼丹术？朕也不知道，或许梦里学过吧。你怎么突然对炼丹术感兴趣了？我爹的尸骨呢？被大雨冲走，消失于天地间了。今晚星星很多，又亮又闪。我听说人死之后，灵魂会化为一颗星星。你说哪颗星星会是我爹呢？他到底是谁呀？是木暖还是顾初暖？他若是顾初暖，魂魄不完全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起死回生来到兵临大陆的？而为什么又不杀我而娶我？他若不是顾初暖，为什么行为举止都和顾初暖一模一样？顾初暖会的他也会，而且花影叫他顾初暖，叶景寒以命相护，态度180度大转弯。东边有一颗最亮了，一闪一闪的，我觉得那颗星星应该就是你爹。你爹在天上默默守护你，陪伴你。你笑了，他更亮；你难受了，他也跟着心碎，化为一颗流星为你祝福祈祷。你跟叶景寒也说同样的话吗？什么？今晚的温少仪太不对劲了。小爷爷还昏迷着，他跟花影没感情，花影不配当他母亲。小爷爷叫得真亲热，以前你也这么叫他。你不喜欢朕叫他小爷爷，那朕便叫他叶景寒。来，赶紧趁热喝了，朕熬了好几个时辰呢。药膳粥打开，香气弥漫，温少仪却食之无味。不喜欢这个味道吗？那明天朕熬其他药膳粥，保证把你的身子调理得好好的，还有你的眼睛，不出意外，再过一阵子应该就可以彻底恢复了。你真的希望我的眼睛恢复吗？朕若不希望，干嘛费那么大精力替你医治眼睛？你笑什么？陛下日理万机，少仪不敢久留，夜深了，您还是先回去吧。朕知道令尊的事对你打击很大，他在天有灵，定然不希望你自暴自弃的。陛下真的关心我，真的在乎我吗？当然。那我能否和陛下讨个恩赐？你想要什么？我要你把叶景寒和萧雨轩逐出宾国，或者取他们的项上人头。顾初暖脸上的笑容缓缓沉了下来。陛下，少仪只是玩笑，莫要当真。你伤势未愈，这些日子就好好待在未央宫养伤，朕会调最好的太医随时在侧。若是少仪没有记错，陛下伤得更重，陛下的医术真是鬼神莫测，连光束之伤和赌蛊都能治好。或许朕命不该绝，又或者命太硬了吧，连阎王都畏惧朕，不敢收了朕。是吗？那陛下可要保重好自己，您若死了，债主该找谁讨债？什么？少仪累了，陛下请吧。那你好好休息，朕明天再来看你。顾初暖走了几步止住了，他背对着温少仪。朕知道你跟叶景寒势同水火，但不可否认，你们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父异母的亲兄弟，哼，爹爹啊，如果你还在，你会原谅叶景寒吗？眨眼已过几日，他准备好一切，正准备独自前往善水取得皇符时，主子，你要先去看看莫贵君再走，还是直接出发吧？小姐姐，你要去哪儿啊？阿莫跟你一块儿去。顾初暖一个趔趄，差点栽倒，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小姐姐，你穿着粗布麻衣也很好看。身子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见不到小姐姐哪里都不舒服，见到小姐姐哪里都顺畅了。小姐姐若是在乎阿莫，不如让阿莫时刻跟着你。看来你的伤是彻底痊愈了。
我家小姐姐医术高超，阿莫想不好都难。魔主趁机抱住顾春暖纤细的腰，你不是已经恢复记忆了吗？还缠着朕做什么？记忆？什么记忆啊？阿莫不明白小姐姐在说些什么。松手，摸来摸去的，成何体统？阿莫本来就是你后宫弑君啊，阿莫不摸你，难道摸他？摸我？摸我做什么？那可是魔主，实力高的变态，被他碰一下，我小命还能在吗？魔主跟主子调情，能不能别拉上我呀？主子，属下先行告退。回来，你就站在那里，没有朕的命令，哪里也不许去。对，你就站在那里啊！本贵君让你好好看看小姐姐是如何独宠我一人的。你不是魔族之主吗？既然都恢复记忆了，在这里装什么啊？你魔主的威严霸气呢？阿莫本来就是小奶狗，只属于姐姐一个人的小奶狗。魔主不应该是霸气侧漏的吗？这算什么？恢复记忆比没恢复记忆还傻。小姐姐，人家刚刚醒过来，身子还绵软无力呢，你能不能陪人家睡一晚啊？既然身子软绵无力，那就好好回去躺床上歇息，朕过几天再去看你。小姐姐是不是要偷偷出宫啊？而且还是出远门？你带上阿莫吧。旅途保证小姐姐不会寂寞。我是去办事，又不是旅游，寂寞什么？陛下，逸云楼的小李子求见。宣，奴才叩见陛下，见过莫贵君。可是皇贵君身子有恙，主子晕倒了，晕倒前吐了很多血。他全身发冷，不断抽搐。江长老也派人暗中保护皇贵君，奴才好不容易才把江长老的人忽悠过去，马上就来找您了。陛下，皇贵君情况很不好。晕倒，伤势加重，这是博小姐姐同情吧？莫贵君，可要属下派人送您回去？本座没腿吗？需要你送？那您……小姐姐多久才能回来啊？本贵君还等着她微服私访、游山玩水呢。这应该很快吧？本座就在这里等着小姐姐回来。你告诉易云飞，她最好是真病，否则……哼！是。佛光一溜烟离开。左等右等，等了许久也不见顾初暖回来。万一云飞是故意骗小姐姐留在他寝宫里，甚至爬上小姐姐的床呢？思及此，魔主立即按着记忆中的路往逸云楼走去。听说了吗？陛下又去看皇贵君了。传言陛下后宫佳丽3000，独宠皇贵君一人，看来是真的。可不是啊，陛下除了处理朝政，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逸云楼。我还听说陛下有意废了大凤后的皇后之位，立皇贵君为后呢。不是吧？大凤后可是天坟族的族长，听说天坟族势力极大，族内高手无数，很多国家都不敢轻易招惹他们的。大凤后背后势力确实大，可是皇贵君也不弱呀。皇贵君可是一国唯一的皇位继承人，本来他可以直接坐上龙椅当上皇帝的。为了咱们陛下，他不仅放弃了皇位，还把自己的国家拱手让给咱们陛下。冲着这份情，陛下能不宠爱他，能不立他为后呢？大凤后势力大，小凤后势力也大，皇贵君势力更大。这么说来，后宫只有莫贵君无权无势了。难怪陛下鲜少去看望莫贵君。谁说我无权无势了？我好歹是魔族之主，整个天下的魔族都尽听我号召，好不好？不是我自夸，黑白两道哪个不畏惧我呀？就算叶景寒跟温少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本事，不就是区区一国跟他那条小命？只要小姐姐想要，魔族跟我的性命，他随时也可以拿去。等下，小姐姐鲜少来看我，他们是不是眼瞎呀？小姐姐对我情深似海，许诺只要我亲手种满栀子花就迎娶我，不是嫁给我，怎么可能没来看望我？其实莫贵君也挺好的，虽然这里不太好，可他长得好呀，又会讨陛下欢心，那搞不好哪天把陛下哄开心了，那陛下也能升他为皇贵君呢。还算他有眼光，他的容貌放眼整个天下，谁不惊艳？哎呀，莫贵君脑子不好使，你脑子也不好使了吗？整个后宫谁不知道一皇贵君最受宠，只要把皇贵君伺候好了，以后咱们的日子还会差吗？你去伺候莫贵君，莫贵君有什么呀？他除了长相还有什么呀？论兵力比不上一皇贵君，论权力比不上大凤后，论实力也比不上小凤后。依我看呢，大小凤后还有皇贵君都得好好巴结，唯独莫贵君不需要。魔主打了一个响指，一语将所有辱过他的人抱为血雾。
大凤后、小凤后，还有皇贵君，就算哪天失宠了，他们既有钱又有权，随便打赏给咱们一些，咱们这辈子都不用愁了。莫格最冷清，其次剑阁吧。魔主缓缓走了出来，嘴角扬着一抹意味难明的鬼笑。奴才见过莫贵君。你们刚刚说本君什么？啊，奴才有说什么吗？奴才什么也没说。莫贵君饶命啊！奴才以后再也不敢了，求莫贵君网开一面，莫要跟奴才一般计较。哼，你们很聒噪。魔主打了一个响指，一语将所有辱过他的人爆为血雾。我武功好像已经尽数失去了。滚！再让本君听到一句废话，本君立刻爆了你们的脑袋。是。等下，你回来。莫贵君。你叫什么名字？回莫贵君的话，奴才名叫圈圈。圈圈这个名字太俗了，本君给你重新取个名字吧，就叫花花如何？多谢莫贵君赐名。本君看你还算顺眼，还不随本君回莫阁？这奴才多谢莫贵君赏识，只是不知莫贵君找奴才有何差遣，奴才一会儿还要去御膳房当差。本君没跟你说本君看上你了，以后你便到莫阁当差吗？这没有啊。那你现在知道了，还不赶紧走？花花一脸懵，愣着做什么？难道你不愿意去？愿意，奴才当然愿意，奴才是太开心了。花花心里乐开了花，赶紧快步跟上魔主。哎，你说怎么才能让小姐姐多喜欢我一些呢？贵君说的可是陛下，除了她，还有谁配当本君的小姐姐？是，贵君，人家常说要想抓住一个人的心，必须先抓住他的胃，不如贵君亲自下厨，做点陛下喜欢吃的糖食，或许陛下看到您这么诚心，做的饭菜又这么可口，以后就天天往咱们莫阁来了。你说的没错，只要抓住小姐姐的胃，还怕她以后不赖着我们。只是要做点什么呢？本君也不擅长做菜啊。贵君，咱们宾国的醉花鸡可是一绝呀，不如咱们做只醉花鸡给陛下尝尝。鸡什么鸡？鸡有什么好吃的？一堆鸡屎，恶心死本君了。哎，有了，你去把御花园所有好看的花都摘下来，本君要做鲜花饼。啊，鲜花饼？摘了御花园所有好看的花？贵君，要不咱们还是换一道菜吧？你懂什么？小姐姐就爱吃鲜花饼，尤其是本君亲手做的鲜花饼。这样吧，你把御花园所有的花都摘下来，一朵不剩啊。那么久了，也不知道小姐姐的口味有没有变，还是多做一些不同口味的鲜花饼比较好。贵君，全摘了是不是太……万一陛下降罪呢？本君亲自下厨，小姐姐高兴都来不及。凤后经常去御花园赏花，全摘了会不会不大好啊？一个瞎子赏什么花儿？他看得到吗？就按本君说的做，若是少摘一颗，小心你的项上人头。是，奴才一朵也不会剩下，定会全部摘光的。未央宫里，温尚仪察觉到了异常。凤后，莫贵君也太欺负人了，他明知道您日日都去御花园，也知道您爱花，却让人把御花园的花摘得一朵都不剩，他明摆着是跟您作对啊。随他吧，沁香园的百花开得也挺香的，以后去那里便是了。又一个小侍急急忙忙地进来禀告。凤后啊，莫贵君把整个皇宫的鲜花都给摘了，一朵都没剩啊，连含苞待放的也没剩半朵。他要那么多花做什么？这奴才也不大清楚，好像说要给陛下做什么鲜花饼，弄得整个莫阁乌烟瘴气的。凤后啊，咱们要管管嘛。陛下都不管，我管什么？他想摘就叫他摘吧。凤后啊，咱们未央宫的御锅御碗都被那莫贵君的人拿走了，连御膳房的锅碗瓢盆都被弄走了。他要那么多碗盆做什么？这个奴才也不知道。凤后，莫贵君太嚣张了，若是让他长此下去，怎生了得？咱们要不要给莫贵君一个下马威？出去吧，本宫要歇歇了。以后后宫弑君疾风吃醋的事情，就别向我禀告了。凤后，奴才还有一事，不知该不该说。有事就说，说完了出去。是这样的，莫贵君不仅把皇宫的花都摘光了，还把您的衣服都给抢走了，连亵衣亵裤都抢了。未央宫的守卫都是死的吗？任由别人大摇大摆抢走本宫的衣裳。凤后恕罪，来咱们未央宫抢衣裳的不是莫阁的下人，而是莫贵君亲自来取的，奴才们也拦了，没拦住啊。司莫非，我不与你计较，你却咄咄逼人。找几个人带上侍卫去莫阁，把他所有的衣裳都给本宫烧了，剩下一件你们就提头来见我。是。
封锁未央宫，哼，他明摆着是想帮易云飞得到皇服。好一个顾初暖，就算死后重生失去了记忆，也要跟天粉族作对。既如此，莫怪我心狠手辣了。御书房里，顾初暖刚给易元飞疗完伤，下人急急来报：陛下，未央宫的人把莫贵君的衣裳全烧了。莫贵君怒不可遏，把未央宫的人都扣了下来，还一把火烧了未央宫。你说什么？温少仪把阿莫的衣服都烧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小蝴蝶不是那么冲动的人吧？好像是莫贵君把凤后喜欢的百花都给摘了，摘的整个皇宫不剩一朵，还把未央宫的锅碗瓢盆都给抢了，甚至把凤后的衣服都给偷了，连亵衣亵裤都被偷得一条不剩。阿莫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奴才也不大清楚，好像是要做什么鲜花饼吧。做鲜花饼为什么要那么多锅碗？为什么要偷衣服？哎呦，奴才不知啊，只知道莫贵君把凤后的衣裳都给烧了。凤后啊，一气之下才命人冲进莫阁，把莫贵君的衣服也给烧了。未央宫呢？火势怎么样？未央宫不少宫殿都被烧毁了，万幸救火还算及时，没有全部烧完。现在凤后请您给他一个公道，去把莫贵君叫过来。是。算了，朕亲自去找他。顾初暖离开的脚步顿了一下。阿莫带了几个人去未央宫？他想烧温少仪就让他烧？带的人挺多的，凤后自然拦着不让烧。后来莫贵君跟凤后说着就吵起来了。凤后就说想烧就烧吧，反正这个未央宫烧完了，还有下一个未央宫可以住。所以是温少仪刺激莫贵君去烧的？这奴才也说不清楚。退下吧。莫阁，顾初暖驶一踏入，便听到一股浓烈的烧焦味儿。陛下，奴才参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起来吧，你们这是做什么？回陛下的话，莫贵君说想亲自下厨，所以在厨房做糕点。下厨需要用到柴火，朕能理解；摔碎一些碗盆，朕也理解。但是抱着衣裳不皮又是为什么？回陛下的话，莫贵君说用绸缎烧火做出来的糕点才好吃。用绸缎烧火？顾初暖冷着脸，压着心头的怒火，一路往莫阁厨房而去。花花惊恐地看着脸色阴沉的顾初暖，扑通一声跪了下去。陛下，奴才参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呀！小姐姐，你来了。小姐姐，阿莫做了一些鲜花饼，正想端去御书房给你，没想到你就来了。咱们是不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你把皇宫搞得乌烟瘴气，就是为了做鲜花饼？对呀，小姐姐不是喜欢吃鲜花饼吗？以前我一个朋友教过我怎么做你喜欢吃的鲜花饼，不过太久了，我有些忘记配方了，所以不过好在我还是做出来了。小姐姐，你快尝尝，这是不是你记忆中的那个味道？做鲜花饼为什么要把整个皇宫的花都摘下来？因为阿莫第一次做鲜花饼，老是做不好，需要用到的花多，而且阿莫要挑最好的花做，只有最好最艳的花才配让小姐姐吃。莫阁没有火吗？为什么要从别的地方搬那么多柴火过来？因为那些柴火怎么烧形状也不对。什么意思？就是阿莫用柴火烧出来的尺寸形状跟以前朋友教我做鲜花饼的时候对不上。那你为什么要去未央宫抢温少仪的衣服？当时我朋友也用衣裳烧火来着，我朋友喜欢穿白衣，用的是白衣烧火的。温少仪也喜欢白色的，便宜他了，让他做点贡献。就这样啊，不然哪样啊？那怎么会烧掉那么多衣裳？我发现用衣裳烧火烧的大，不过衣服烧的也快。你衣服到了也就算了，烧了也罢了，到他的亵裤做什么？用他的衣裳也烧不出我想要的味道。温少仪不是没衣裳了吗？那我就用亵裤啊，万一烧出来的鲜花饼好吃呢？那些碗盘呢？又是怎么回事？那些呀，阿莫找来找去也找不到我朋友用的那种盘子图案，所以我就把盘子摔碎，看看能不能重组一个盘子，跟以前一个图案的盘子。你脑子被驴踢了吗？不就是一个盘子，能装不就好了？为什么非要用以前那些图案？她是处女座的吗？有洁癖吗？因为你喜欢他做的那些鲜花饼，连盘子你都喜欢，阿莫就想着，要是阿莫也能做出一模一样的鲜花饼，小姐姐肯定也会很开心的。他？哪个他？我喜欢谁做的鲜花饼？这个说来话长，阿莫还是以后再告诉你吧。那你为什么要火烧未央宫？
哼，是温少仪先动手的，他把阿莫的衣裳都烧了，那些都是阿莫的新衣裳，阿莫都没来得及穿给小姐姐看呢。小姐姐，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废话，把皇宫弄成这样，朕的脸色能好看吗？小姐姐，你快尝尝看，我做了好久呢，要是你喜欢吃，以后阿莫天天做给你吃。你第一次做鲜花饼？对呀，这世间也只有小姐姐才配吃到阿莫亲手做的鲜花饼。走进屋去。寝宫大门关上，边国国库空虚，那么多百姓还在挨饿受冻，你为了做一些鲜花饼，烧了那么多上等绸缎，毁了那么多碗盘，还火烧未央宫，你知道损失有多大吗？鲜花饼是给小姐姐吃的，马虎不得。打碎的碗盘、烧掉的绸缎以及烧掉的未央宫，你是不是应该赔偿损失？哦，原来小姐姐要钱呢，好说好说。怎么，你身上有钱？阿莫身上没钱，可是阿莫是小姐姐的人啊，小姐姐拥有了阿莫，就等于拥有了整个魔族。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不赔了？赔，必须赔，就罚阿莫今天陪吃陪喝陪玩陪睡可好？哼，这是宾国后宫，不是魔族，后宫有后宫的规矩，说你交不出银子，朕……好，小姐姐想要什么阿莫就给什么，不过鲜花饼快凉了，小姐姐可不可以先尝尝？我做了好久呢。随手拿起一个鲜花饼，咬了一口，他差点吐出来了，好甜好甜，快甜死了。怎么样，好吃吗？好吃。真的吗？我就说嘛，就算卖相跟以前那个人教我的不一样，但是味道肯定一样的。等多做几次，兴许卖相就跟他做的一样了。小姐姐，以后我天天做给你吃好吗？顾春楠差点栽倒，他还想活命呢。阿莫，你火烧未央宫，银子的事暂且放在一边，你只是一个贵君，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烧了未央宫，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温少仪也没面子。这样，你去给温少仪赔个罪，此事朕也就接过了。给温少仪赔罪那是不可能的事，普天之下还没人敢让本座赔罪呢。小姐姐若是觉得阿莫贵君位分太低了，不如把阿莫升为凤后，让温少仪趁早滚蛋。顾初暖放下鲜花饼，起身略微失望地看了魔主一眼，随即离开莫阁，连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花花后在寝宫外，他们的对话他全听了去。贵君，陛下已经给您台阶下了，您只要跟凤后赔个不是，这事儿就过去了。您怎么还违逆陛下呢？小姐姐不是说鲜花饼好吃吗？怎么才吃了一口啊？啊，我知道了，小姐姐是想把剩下的鲜花饼留给我吃，还是小姐姐疼我呀？花花，找剩下的鲜花饼收起来，本座要留着纪念，这是属于我跟小姐姐共同的鲜花饼。贵君，咱们火烧未央宫总是理亏，要不咱们去跟凤后赔罪道歉一下？给温少仪赔罪，他配吗？火烧本座衣裳的事儿，本座还没找他算账呢。可是陛下脸色不太好啊，奴才怕陛下。你懂什么？那是小姐姐心疼我，为了做鲜花饼手上起泡，瞧，小姐姐还亲自为我包扎呢。圣旨到，陛下有令，莫贵君火烧绸缎，摔碎碗盘，罚俸1年。贵君，陛下果然生气了，您赶紧跟陛下服个软，免得陛下降您妃位啊，或者打入冷宫啊。哎呀，你懂什么？宾国国库空虚，小姐姐缺钱缺的紧，她罚我俸禄是想让我跟她一起携手共赴难关，又不想让我面子太难看，她才不会降我妃位。圣旨到，陛下有令，莫贵君擅自摘花，火烧未央宫，胆大包天，即日起降为莫美人。哦，本座懂了，小姐姐明降暗升，看来我跟她说的话她听进去了。过不久，或许她就会废了温少仪的凤后之位，十里红妆迎娶我了。美人不错，甚合我意。刚认识的时候，小姐姐也说我美呢。花花，去把皇宫所有的花根都挖出来，送到我面前。啊，莫美人，您把皇宫所有盛开的鲜花都摘了，这陛下已经震怒了。要是您再把花根都挖了，那只怕陛下会大发雷霆的呀。你懂什么？小姐姐说了，她喜欢武功高强、有男子气概、宠妻无度的男人。本座现在武功尽废，若是不赶紧恢复武功，岂不是达不到她的条件？莫美人，本座让你去你就去，你敢违抗？奴才不敢，奴才只是怕。蓦然间，一道凌厉的眼神突然射了过来。莫美人，不知道要挖多少花根呢？全部，整个皇宫所有的花根都挖出来，少一根就用你的胳膊代替。未央宫里，温少仪一袭白衣，静静伫立窗边。太阳落山了，窗边风大，你有伤在身，不宜吹风。这就是陛下给的公道吗？阿莫已经跟朕保证过了，以后绝不敢再犯，朕也降他为莫美人了。他脑子一向不好，你就大人大量饶了他这次吧。保证绝不再犯，可能吗？未央宫烧得太厉害了，朕重新找一个宫殿给你住吧。
等乌阳宫重新盖好，你想搬回来再搬回来。小蝴蝶，你有没有中意的宫殿啊？温少仪不语，连一个表情也没施舍。宁夷宫环境清幽，内设温泉，历代以来的后宫侍君纷纷都想入住宁夷宫，要不那里赏赐给你？近，依旧那么近。要不芙蓉宫给你？芙蓉宫气势磅礴，雕梁画栋，是后宫除欧阳宫外最好的宫殿。又不说话，看来是不满意了。绵泽宫呢？全福宫怎么样？或者梅阁呢？小蝴蝶啊，朕知道这次是阿莫太过分了，朕向你保证，以后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朕也会好好弥补你的。只是朕危难之时，阿莫多次舍生相救，朕欠他人情，确实做不到将他打入冷宫。你就当看在朕的面子上，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他这次好不好？其中一道人影穿着黑色锦衣，身材与温少仪一般。他揭开脸上的面具，露出一张与温少仪一模一样的脸庞。竹园吧，陛下若是真想让陈氏换个地方住，就让陈氏搬到竹园去吧。小蝴蝶，竹园实在是太远太荒凉了，要不你再选一处？陛下手掌生杀大权，又是宾国之皇，陈氏不过区一个后宫侍君罢了。陛下想让少仪住哪儿，少仪悉听尊便就是。既然你喜欢竹园，那竹园便赏赐给你吧。若是哪天你不想住那里了，随时来跟朕说，朕再另寻一处佳地给你。谢谢陛下。朕近来国事比较繁忙，这几天可能不能来看你了。等过几天，朕再多陪陪你。好，那你早点歇下。好。顾初南走后，温少仪原本平平无奇的眼里绽放一抹犀利的冷光，两道人影闪入，半跪在他面前。主子，一切准备妥当，就等您了。其中一道人影穿着黑色锦衣，身材与温少仪一般。他揭开脸上的面具，露出一张与温少仪一模一样的脸庞。主子，魔主大量收集花根，正在恢复武功，可要阻止？司莫非的武学造诣是我们几个人里最高的，尤其是他的石花再生术以及曼陀罗魔花，你阻止不了他恢复武功。那咱们任由他成长吗？哼，石花再生术在他体内，司莫非想恢复武功，除非取出他体内的石花之根，多派几匹人马。叶景寒若是醒了，尽量拖住他去善水孤军台，魔主便不用管他了。唉，取出石花之根，那个女人非死即残，司莫非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她受伤害的。没有石花之根，他想武功恢复巅峰，纵然他再怎么厉害，也非一时之间就可以完成。那咱们不管魔主了？管呢，他的阵法造诣之术，普天之下可是没有敌手。那个女人不可能带着他一起去善水，若是司莫非偷偷跟过去，只需将他引入荒游即可。主子，在荒山设伏吗？不需要。不知主子说的是哪座荒山？无论哪座皆可。啊，那万一魔主走出来呢？他走不出来。御书房里，顾初南交代好一切，带着浮光掠影，正准备离开。陛下，莫美人把宫里所有的花都挖了，取走花根。朕不是警告他别再动那些花了吗？莫美人挖花根，好像是为了恢复武功。恢复武功？花根能恢复武功？罢了，他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去吧。你们务必盯好温少仪，朕不希望他抵达善水孤军台。